前世我为好兄弟出头，直接将对方开了瓢。没想到同一天，省委巨头的千金也遭遇抢劫杀害，因此开启全省严打。我被判了10年，出狱的那天，好兄弟却娶了我的女朋友。告别前，我祝福了他们。我靠着狱里和牛鬼邪神学来的东西，打下了一个片区，成为老大，但最后却战死街头。好在老天却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回到了为好兄弟出头的那天。辉哥，你醒了，你那一酒瓶子可真够猛的啊！张宁冲着景云辉挑起大拇指，景云辉满脑子的莫名其妙。今天几号？几年？98年啊！98年，25年前。辉哥，你没事吧？陈继尧和胡婷呢？他们去洗手间了，我也去一趟。辉哥，你没事吧？景云辉随口应付了一句，推门走出 KTV 包房。记得上一世，省委书记的女儿也是今晚被杀害的，现在是晚上8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案发时是半夜11点，还有3个小时。在走到洗手间附近的拐角处时，他听到洗手间门口传来低微的说话声：“你别动我！”不就拉拉小手吗？阿辉那傻小子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来亲一个。云辉，你别误会，你听我解释。胡婷，我们到此为止吧。云辉，你误会了，我和胡婷之间没什么。没你妈！陈继尧，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再看到我有多远就滚多远。你不是有钱吗？你可以找人来干我，只要你干不死我，我就弄死你。景云辉说完，再懒得多看他一眼，转身便走。云辉，你去哪？不关你事。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你配吗？景云辉一路疾行，来到学院小区附近，距离案发时间还有不到2个小时。他正低头琢磨的时候，只见街道对面出现一个美得出奇的女生，身后还跟着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高哥，杀害韩雪莹的歹徒，目前他还是在逃通缉犯。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女生就是韩雪莹。韩雪莹走进小区后，高格他往周围扫视几眼，确认四下无人，他纵身跳上围墙，翻了进去。高格以为他的行动很隐蔽，却都被暗处的景云辉尽收眼底。喂，你好，这里是报警中心，请讲话。你好，我好像看到一个通缉犯。通缉犯，请问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我记得他叫高格，2天前我在报纸上看过他的通缉令，好像是个抢劫杀人犯。你叫什么名字？景云辉，景色的景，云彩的云，辉煌的辉。哈，景云辉同志，你千万不要靠近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极度危险，你有听清楚我的话吗？这时候景云辉已经直奔高格追了过去，他看到高格进入一个单元门，景云辉快速跟了过去。高格进了11号楼3单元，具体是哪个房间，我现在还判断不出来。景云辉同志，你不要再跟踪犯罪嫌疑人，太危险！我再说一遍，你不要再跟着他。不等对方说完话，景云辉已果断挂断电话，他悄无声息地走进单元门，便听到头顶的3楼传来敲门声。谁啊？我是你家楼下的住户。下午我家厨房的棚顶就开始漏水，你赶紧开门，看看你家什么毛病，到底哪里漏水了。刚进家门的韩雪莹都被对方说懵了。我家也没漏水啊。可能是埋在墙里的下水管漏了，得赶紧找到漏水点。我已经给维修师傅打电话了，也马上到，你赶快开门。对方的语气太急切，韩雪莹一时间也有些发懵，便伸手打开了房门。也就在他开门的瞬间，门外的高格一个箭步冲了进来，3两下就把他绑得严严实实。他快速扫视一圈，看到里面有蛋糕的吃食，大把大把的将蛋糕向嘴巴里塞，把一整块蛋糕和一大桶牛奶吃完。高格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正所谓饱暖思淫欲。你别乱动，也别想逃走，不然我捅死你。另一边的景云辉把铁丝掰下2截，10年的牢狱让他学到很多本事，开锁正是他学到的技能之一。高格眼中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贴在韩雪莹的背上，在他耳边喘着粗气。别动，很快就完事，不想死就打马动。原本好像已经神志不清的韩雪莹突然抬起脚来，全力向后一跺。高格疼得差点吼叫出声，他怒从心中起，拿起匕首要向韩雪莹的后背刺去。哟，高格正忙着呢。你大喵的，你谁啊？送你去见阎王的人。高格勃然大怒，直奔景云辉而去。高格还没冲到他近前，景云辉一甩手臂，一把泥灰撒在高格脸上。景云辉扑过去以后，足足打了20多拳。高格一个侧头，重重撞在景云辉面部。高格一个翻身，对着景云辉就是一轮输出。割断绳索的韩雪莹顺势一刀刺了过去，高格回手抓住韩雪莹纤细的脖颈，用力一脚，他人也随之一头栽了出去。关键时刻，景云辉奋力站起身，一把抓住韩雪莹的脚踝。你们一起去死吧！说着话，高格蹲下身形，抓住景云辉的双脚，用力向上抬，准备把他们掀下阳台。救命啊！上一世我为好兄弟出头，好兄弟却趁我还在坐牢娶了我女朋友，重生一世，我要改变自己的一生。就在我救省委一把手千金时，杀手要把我和千金丢下阳台，我死死抓着一块玻璃碎片，向外一挥，给了高格最后一击。
放开我，不然我们都得摔下去。不放。这一世，他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而韩雪莹就是关键，他必须得活着。景云辉回头看去，只隐约看到一群警服。当景云辉从昏睡中苏醒过来时，他正躺在医院病房的床上。你醒了。我睡了多久？8个小时。被我救下的那个女孩怎么样了？她很好，就住在你的隔壁病房。谢天谢地，阿弥个豆腐，我真的成功救下了韩雪莹。这一世，我的人生轨迹已经发生了改变。护士帮他贴好固定带，走出病房。他离开没多久，从外面走进来一对中年夫妇。小伙子，你醒了。看到中年男人的那一刻，景云辉便把他认了出来，宁州省省委书记韩江。你二位是？年轻人不认识我。景云辉莫名其妙地摇摇头，旁边的中年贵妇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又不是大明星，你以为谁都认识你呀？颜辉，我可以这样叫你吗？景云辉一脸的惊讶，呆呆地点下头。我叫沈小慧，是韩雪莹的母亲。韩雪莹是谁？就是昨晚被你救下的那个女孩。阿姨的谢谢你，你不仅救了雪莹，更是救了我们这个家。阿姨太客气了，当时那种情况，我想无论换成谁都会出手救人的。孩子，你很勇敢，阿姨谢谢你。沈小慧直接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景云辉的枕边。这是阿姨对你的谢礼。阿姨，这张卡我不能要，我救人不是为了钱。颜辉，你必须得收下。你知道他是谁吗？宁州省委书记。阿姨相信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阿姨的这份谢礼你必须得收下，你不收，我家老头子的省委书记也坐不安心。我救下韩雪莹的这份恩情，对于韩家来说实在太大了。如果现在不收下韩家的谢礼，以后写此大恩，要韩江帮我去办一些违法违规的事，韩江是帮还是不帮？此时他着实是被沈小慧的高超手腕惊到，真不愧是全省的第一夫人啊！阿姨，这张卡我收下了。即便你收下了阿姨的谢礼，但你记住，你对韩家的恩情永远都在，并不会被抹消。阿姨，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困难需要阿姨帮忙的吗？没有，即便有，韩书记也帮不上忙。他这话让韩江都是一怔，在宁州省还有自己帮不上忙的事。没等他开口说话，从外面走进来3名警察。韩书记，我们听说景云辉醒了，有些情况我们需要向他了解一下。那好，我就不影响你们的工作了。云辉呀，我们先回去了，等中午的时候，我让你沈姨过来给你送饭。韩书记，不用那么麻烦。3名警察相互看看，眼中难掩羡慕之色。能让省委书记的夫人亲自来送饭，这面子大的也没谁了。景云辉，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向你了解些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对了，我叫张栋，是刑警支队的支队长。张支，你好。哟，叫的还挺熟练。案发前的报警电话是你打的？是的。你明知道对方是通缉犯，杀过人，你还敢出手救人？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看到高格在行凶，头脑一热就冲上去了。你是怎么进入韩雪莹家里的？当时高格只是带上门，并没有锁上门，我是直接开门进去的。3名警察暗暗皱眉，感觉景云辉的说辞不太符合高格一贯小心谨慎的风格。忘记锁门这么大的破绽，高格又怎么会疏漏掉呢？张芝，高格怎么样了？我记得我昏迷前用玻璃片割伤了他。他此话一出，3名警官皆是目光如炬。他们早已查看过高格的尸体，致命伤在脖颈处，那一道伤口又直又平滑，可谓是一剑封喉。很难相信我一个学生做的。高格死了啊！我杀人了！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最后割出的那一下，刚好割断了高格的颈动脉。你说说，当时你是怎么做的？景云辉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子，结结巴巴的胡编乱糟了一番。见他越说情绪越激动，张栋拍拍他肩膀：“别激动。”别激动，景云辉，以当时那种情况，你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救人，也是在自保，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景云辉，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这次可以领到2个奖励啊！第一是举报通缉犯的奖金，第二是见义勇为奖。可以奖励多少钱？举报的奖金有10万，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不会多也不会少。至于见义勇为奖，这个我也不好说，得看市里的决定。我估计应该也会在10万左右。啊，这么多？这些都是你应得的。张芝，我要向你自首啊！自首？什么自首？昨天我和人打架，还把对方的脑袋打破了。伤者叫什么名字？二驴子，大名叫王庆虎。为什么打架？我是帮人打架，王庆虎和我同学陈继尧过不去，我就帮他打了王庆虎。行了，这件事我去查一下，你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张栋啼笑皆非的摇摇头，难怪景云辉看到通缉犯不仅敢报警，
还敢上去拼命，看来平日里也不是个省心的主。你今年参加高考了吧？考得怎么样？参加了，估分能接近600。高600分，这可是高分啊！你报考的是什么学校？滨海警察学院。景云辉，也许以后我们还会成为同事呢。等张栋等人离开后没多久，又来了好几位市领导，他们对于景云辉见义勇为、不惧个人安危、勇斗歹徒的英勇表现，皆是赞不绝口。好不容易等这些领导们离开，张栋去而复返。王庆虎现在和你住在同一家医院，就在楼下605病房。王庆虎的伤势介于轻微伤和轻伤之间，如果你能得到王庆虎的谅解，对打伤人这件事，连行政处罚都可以免了。如果你说服不了他，估计还得坐牢。不是吧，阿嫂？刚毕业的高中生，先用酒瓶子给混混开了瓢，再去救下省委一把手的女儿，再向警察自首。没想到刑警队长竟然亲自带着他去找混混要谅解书，可混混刚见到高中生就破口大骂：“操你喵的，景云辉，你还敢来这儿？”都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官，我没犯事吧？二驴子啊呸！王庆虎，张芝是陪我来的，我要向你赔礼道歉。王庆虎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像见鬼似的看向景云辉。景云辉，你被鬼上身了！我错了，昨天我不该动手打你。王庆虎看看景云辉，再看看张栋，恍然大悟。景云辉，你是不是怕我去警局告你啊？你知不知道我头上可是缝了15针的？这事咱俩没完。陈继尧和胡婷搞到一起去了，昨天我竟然还帮陈继尧出头，你说我是不是傻逼？这种事还真是陈继尧那小逼崽子能干出来的，哈哈哈！你哈哈哈哈！抱歉，我不是故意取笑你啊，实在是忍不住了，这他妈也太搞笑了。张芝是吧？我不追究他的责任了，这小子比我惨。直至景云辉走出王庆虎的病房，还能听到病房里传出的可恶笑声。云辉啊，你还小，不懂感情，以后你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女朋友。张栋还有工作上的事情，别过景云辉，他回到自己的病房，他便看到一轮美丽的背影。你回来了，我叫韩雪莹。景云辉，谢谢你，昨晚救了我。伯父伯母已经谢过我了，他们感谢是他们的，我感谢是我的，不一样。你没事了吧？没事了，就是脚踝有点痛。扭伤了吗？你扎的。景云辉老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和你开玩笑呢。昨晚如果不是你及时扎住我，我就得大头朝下的摔下去，即便不死，弄不好也会变成植物人。女孩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钵，递给景云辉。这是你的吧，还给你。看到女孩拿出来的这个小钵，景云辉脸色顿时一变，他对这个戴着白帽子的钵太熟悉了，是盛唐小白帽杀手的。上一世他的家人就是死在小白帽的手里，此时此刻他心里的震惊、愤怒、仇恨。韩小姐，这个布偶你在哪儿找到的？咱俩同岁，你就叫我雪莹吧。在我家的客厅里，我想着这肯定是你和那个通缉犯搏斗时掉落的。在韩雪莹想来，这么可爱的小波，怎么看也不可能属于高阁那个穷凶极恶的通缉犯。高阁身上又怎么会有小白帽的信物？这只能说明他二人认识。难道他是受到小白帽的指使，目标明确的蓄意谋杀？可小白帽又为何要对韩雪莹这么一个小姑娘下毒手？这恐怕是针对韩雪莹的父亲，江州省省委书记韩江。此时景云辉深感后悔，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要留活口呢？景云辉，这个布偶是不是对你很重要？是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她一定是女生吧？是她亲手为你做的吗？景云辉笑了笑，泛白的拳头慢慢张开，他故意岔开话题。雪莹，你怎么不在省会上学，而是来了滨海？我喜欢滨海的气候，夏天不太热，冬天又不太冷。对了，你高考志愿填报的哪里？滨海警察学院。太好了，我们还是在一个城市里，以后可以相互照顾。咱俩交换下联系方式吧。景云辉和韩雪莹互换了电话号码，两人正说着话，随着敲门声响起，韩江和沈小慧夫妇从外面走进来，手里还拿着好几个方便盒。云辉，阿姨来给你送午饭了。雪莹，大夫不是说了吗？让你这2天不要下床。妈，我没事。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回你的病房去。哼，云辉，我先回去了，有空再过来看你。沈小慧和韩雪莹走出病房。云辉，趁热吃，饭菜都是你阿姨刚买回来的。谢谢沈姨，也谢谢韩书记。他感觉景云辉身上有种超乎年龄的成熟。他明明救了雪莹，救了韩家，但从不以恩人自居。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家能养出这样的孩子？就在韩江要离开，景云辉突然开口：韩书记，能耽误你一点时间吗？哦，云辉，你有事吗？景云辉蹙了蹙眉，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云辉，有什么事你尽管说，不要有心理负担，能帮你的我一定会帮你。
韩书记，我觉得高阁并不是随机找到雪莹的，而是早有预谋的行动。他此话一出，让韩江心里咯噔了一下。韩江毕竟是做省委书记的人，早已练就的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云辉，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你是发现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一起平平无奇的抢劫杀人案被高中生破坏之后，他只凭一只小玩偶就断定此案是一起针对省委一把手的阴谋。韩书记，刚才我听张栋支队长讲述了案情，我感觉这一切都太巧合了。高阁怎么会突然跑到大学门口闲逛，而且还好巧不巧，就偏偏盯上了雪莹。如果高阁只是想劫财，他不该选择一个看上去并不富裕的女学生。省委书记韩江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心里已然剧烈波动起来。韩书记仔细想一下，最近是不是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收到过哪些人的威胁？韩书记，我都是瞎猜的，就这么一说，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云辉呀，你提醒得很好，我回去会认真调查的。韩书记，我说的这些都没凭没据，我们做事就应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云辉，你的心思很缜密，我看好你。等韩江离开，景云辉稍稍松口气。小白帽没能借用高阁之手杀掉韩雪莹，小白帽会继续对韩雪莹出手吗？如果韩雪莹还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岂不是白救人了？韩江已经提醒了，以韩江的聪慧，一定会格外注意韩雪莹的人身安全。我想说其实你很好，却不知道。喂，说话，再不说话，我挂了。云慧，是我。什么事？云慧，你真的不要我了吗？我和陈继尧真的没什么。你打来电话就为了和我说这些？我怕你误会。不听我不瞎，你或许喜欢我这个人，但你也不能否认，你还喜欢陈继尧的家世和他家的钱。陈继尧更适合你，我们的关系就到昨晚为止。说完话，景云辉果断挂断电话。他刚换好衣服，房门打开，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进屋之前不知道敲门吗？真没礼貌。兄弟，我给你赔礼了。那是什么东西？你要的谅解书。景云辉刚要伸手去接，王庆虎立刻又把纸卷收了回去。二驴子，几个意思？想要我这份谅解书没问题，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找我去打架？我准备去趟东江省，帮人把一批货从东江省运到滨海，现在缺个帮手，怎么样，老景？帮兄弟这个忙呗。什么货？貂皮。就运个貂皮，你还需要找人给你打下手？不需要嘛。景云辉猛然想起，现在是98年，这个时候还没有健全的高速公路系统，货运汽车经常要走乡村小路，导致车匪路霸横行，货运汽车被打劫的事时有发生。老景，你痛快一句话，去还是不去？多少钱？王庆虎乐了，伸出巴掌在景云辉眼前晃了晃。5万。你想啥呢？还5万？5000，你我2个人5000。对啊，我不占你便宜，等钱到手了，咱俩对半分，一人能分2500呢。一个人5000，这活儿我接了，不然免谈。我去，老姐，你这要价也太黑了吧！运送貂皮，这他妈是玩命啊！你觉得是你的命不值5000，还是我的命不值5000？被他这么一说，王庆虎也觉得2个人5000块确实有点少了。2个人才给5000块，确实太少了。我得和刘总再谈谈。老姐，你跟我一块去吧，你有文化，比我会说话。景云辉一脸的无奈，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他需要钱，景云辉先找了台 ATM 机，将沈小慧送他的银行卡插入。景云辉禁不住吞了口唾沫，沈小慧好大的手笔啊，一出手就是30万。我说老景，你咋这么有钱？哪来的？走了。随后2人来到工厂，很顺利的见到了厂长。陈总，你的货我们可以帮你押运，但价钱嘛，我们不太满意。小兄弟较劲什么？景云辉，小景啊，实不相瞒，现在貂皮的成本就很高昂，貂皮的成衣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做。这笔生意做下来，最终是赚是赔，我心里都没底呢。陈总是赚是赔，那是陈总该考虑的事。我和老二能不能全心全意的回来，那就是我们该考虑的事了。陈总的生意进出的只是钱，我和老二的这份工作进出的可是命啊。陈永乐被他说乐了，景云辉的话还真让他无法反驳。小景，那么你认为我该付多少的酬劳给你们？景云辉伸出2根手指，一旁的王庆虎心头一震，暗暗咧嘴，不是说好了1万块的吗？怎么又涨价到2万了？2万，小景，你这胃口可够大的。东江省距离咱们滨海市2000多公里，我们运送的又是貂皮这种高档货，随时可能遭遇到打劫。一趟跑下来2万块的押运费，真的不算多。另外，我和老二还可以向陈总做个保证，如果押运途中一切正常，那自然是最好。如果中途真出了意外，导致陈总货物受损，一切损失由我和老二负责赔偿。小景，你和王庆虎有这么多的钱吗？我们可以留在陈总工厂里打工，什么时候把损失还清了，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此话当真？我们可以签合同。行，就2万，我全当交你这个朋友了。陈永乐拿出一捆100元钞票，向桌子上一排。这是定金，另外的1万等你们回来再给你们。陈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南方的貂皮质量可远不如咱们北方的貂皮，那陈总为什么还舍近求远，要去南方订货？我在北方不是订不到货吗？现在是买貂儿的人多，养貂儿的人少。景云辉闻言，心思顿时一动，养貂，这倒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可是有了主意。养貂很难吗？
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一得有技术，二得有本钱。光是本钱这一点，就让绝大多数人跨不过门槛了。别过陈永乐，出了工厂，王庆虎再忍不住，冲着景云辉挑起大拇指。老景，我让你来就对了，2万块啊，你竟然真给谈下来了，牛逼！别露出这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景云辉突然想起了王庆虎的家庭。王庆虎虽然是滨海本地的城里人，但家里的情况却是一言难尽。父亲早亡，他母亲一个人拉扯大2个孩子，王母又突患精神疾病，整天疯疯傻傻的。等我们从东江省回来，你就带你妈去医院看看，或许能治好呢。王庆虎眼睛一亮，重重的点下头。二驴子，以后有样东西你绝对不能碰。啥啊？毒品。老景，我又不吸毒，我碰毒品那玩意干啥？再说了，那玩意可是高档货，一般人还吸不起呢。不管你是吸毒还是买毒卖毒，一旦让我知道，我就把你揪到王姨跟前，打死你。景云辉没有再多说什么，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就是人的命。景云辉回往医院，王庆虎不回去了，他要回家。老景，我用不用再找2个满？这钱先放我这保管，2万块钱，咱俩一人1万。你要是觉得钱多，想多找几个人分，我是没什么意见。反正我的这份我是不会分出去的。傻逼才会觉得钱多呢。景云辉回到医院，看到走廊里站着2名穿着夹克衫的汉子，眼神十分犀利。景云辉目不斜视，走到自己的病房，直至他走到病房里面，还能感受到背后灼热的目光。门外的那些人是特勤吗？不会是来抓我去坐牢的吧？小伙子曾经死过一次，然而他最对不起的却是家人。上一世他出狱之后在外面打拼，结果他得罪了盛唐，导致一家人都死于车祸。如今重生之后，再次接通妈妈的电话，景云辉禁不住眼圈发红。喂，是云辉吗？云辉啊，考完试了，什么时候回家？妈，我打算留在滨海一段时间，在滨海这边打工。你是不是没钱了？家里还有？妈，我现在不缺钱，你和我爸都少干点活，你俩的腰都不好。知道。妈，咱家那一带有没有养貂的？养貂没听说过，那东西老贵了吧？咱们村里人可养不起。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没啥，就是挺好奇的。和母亲又聊了许久，景云辉才恋恋不舍地挂断电话。翌日早上，他就接到王庆虎打来的电话：“老景，咱们明天出发，定了吗？”“定了。”景云辉接到王庆虎的通知后，立刻找医生办理出院。临走之前，他还特意去找了隔壁的韩江、沈小慧夫妇。那个银辉啊，你的伤好了吗？为什么这么着急出院？沈姨，我已经全好了，在医院里继续住下去也是白白浪费钱。又不用你掏钱，你急什么？沈姨，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该也没必要浪费。以后遇到困难了，可以随时给阿姨打电话。景云辉接过名片，看见名头是大洋集团董事长，景云辉瞬间明白上一世大洋集团为何要搬走了。知道了，沈姨，谢谢沈姨。我送你吧。别了，你的伤可比我严重。韩雪莹没有听他的，自顾自地走出病房。景云辉干笑一声，看向沈小慧：“你们年轻人说话，阿姨就不去送你了。”景云辉刚走出病房，便看到那2名特勤直勾勾地盯着他。出院后你去哪里？把宿舍的东西收拾收拾，然后回家。有机会的话，我想去看看，我还没去过乡下呢。欢迎，雪莹，就送到这吧，以后我们可以电话联系。景云辉向韩雪莹挥挥手，离开医院后，他先租了一个小房子。下午，景云辉又买下3个大件。翌日早上，王庆虎便看到扛着3大件走来的景云辉。老景，你这是要去桃园3结义啊？房事用的，车呢？厂里呢？走进厂里看看，估计陈总快等着急了。随后2人找到了陈永乐，2人和司机互相了解之后，一同坐进大姐放里。陈师傅，你和陈总啥关系啊？亲戚？算是吧，我和陈总都是一个村里出来的。难怪陈总用你当司机呢。90年代，货运司机还是个令人羡慕的吃香工作。他们足足走了3天，总算是顺利抵达养貂场。厂长李弘毅和司机陈立寒暄了一番，而后看向景云辉和王庆虎：“这2位小兄弟是我们厂的送货员，这位是景云辉，这位是王庆虎。原来是小景、小王，初次见面，失敬。你们没吃饭吧？我们先去饭店。”景云辉几人正要上车，一名20多岁的青年急匆匆跑了过来：“李厂长，小赵啊，你说的是，我再考虑考虑。”说完，也不等青年回话，李弘毅带着景云辉3人坐进车内。李厂长，刚才那位是？你说小赵啊，他是我们厂的技术员，大学生，刚来工作还不到1年。不过这年轻人好高骛远，一些想法很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前段时间他建议我不再养水貂，全都换成雪貂。雪貂是洋玩意，国内哪有那东西？再说了，就算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国内也没人会养啊。这年轻人想法总是天马行空，想一出是一出。他边埋怨小赵的想法不着边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到养雪貂，景云辉眼睛顿时一亮。上一世他就养过2只雪貂，实际上很好养活，雪貂皮也是蛮珍贵的，至少比水貂皮要贵得多。这位小赵叫？他叫赵明生。景云辉默默记下。到了饭店，李弘毅点完菜之后，便给陈永乐打去电话：“陈总，小陈他们都到我这了，你看看我是今天发货还是明天发货？”“最好是今天，我这边忙着赶工呢。”“行，今天就今天。那价钱？”“还是老规矩，200一张。”“行。对了，陈总，我手里还有一批黄金貂，你要不要？”
400一张。陈总，我也不和你磨叽了，一共有2000张，500一张，这可是我的最低价了。我都要了。结束通话，李弘毅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明显是心情大好。饭后，李弘毅招呼景云辉3人去提货。景云辉刚在门口站了片刻，就看见一名青年从里面走出来，正是那位养貂场的技术员赵明生。赵哥，你是？我叫景云辉，是冰皇后公司过来的运货员。你好，你好。赵哥，我听李厂长说，你建议养貂场转型养雪貂。在我看来，雪貂的前景绝对要好过水貂，可惜我人微言轻，李厂长对于我的建议很是不以为然。赵哥，我想开一家养貂场，不知你愿不愿意过来帮我？我们就养雪貂。赵明生难以置信地看向景云辉，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大人，我手里的本钱不多，只有50万，我们开不起大中型的养貂场，就先从小做起。只要你肯过来帮我，我们就是合伙人，我可以给你10%的股份，外加经营管理权。小景，不，景老板，你说的是真的？你还是叫我小景吧。景老板听得太别扭，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每一个字比金子还真。赵哥，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不用考虑了，我跟着你干，哪怕你不给我股份，我也愿意跟着你干。就这样，景云辉和赵明生立下约定，2人合伙创办雪貂养殖场。别过赵明生，景云辉回到仓库那边。老景，你去哪了？随便逛逛，怎么了？老景，这批货价值500万啊！二驴子，你不会打这批货的主意吧？刚开始5000块不就把你打发了吗？我哪知道运送的货这么值钱啊！知足吧，2万已经不少了。太贪婪的人，最后的下场都很惨。又过了1个小时，貂皮终于全部装完。景云辉他们的大姐放开出场子后，赵明生就向李弘毅辞职了。小赵，虽然我不同意你养雪貂，但是强扭的瓜不甜，你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小赵，秋实养貂场随时欢迎你回来。谢谢李厂长。然而景云辉3人这边，在距离滨海不远的村，突如其来的巨响把车内3人都吓了一跳。陈哥，怎么回事？好像是爆胎了，我下去看看。3人齐下车，就发现轮胎已经完全干瘪了。也就在这时，路边的树林里传来哗啦啦的声响，6、7个20左右岁的青年走了出来。车上拉的什么？陈立见多识广，看对方这副架势，立刻意识到这是遇到打劫的了。小兄弟，来，抽支烟。少他妈的我来这套！我问你，车上拉的是什么？我们是服装厂的，车上都是我们在南方进的布料。打开让我看看。陈立眉头紧锁，站在原地没动。黄毛青年猛地跨前一步，上去就给了陈立一拳。你他喵的！我让你打开车厢给我看看，你他喵耳聋了！小伙子为了2万块，就敢带着小弟在90年代押运一车价值500万的貂皮。没有出乎意料的是，货车在半路被炸爆胎了。黄毛劫匪也如期而至。你他喵的！我让你打开车厢给我看看，你他喵耳聋了！面对这些持刀的青年，即便是景云辉也忌惮2分，全部都是20左右岁的毛头小伙子，做事不计后果，他们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开，你们不就是想看车厢里的货吗？我帮你们打开。还是你小子上道，快点！景云辉快步走到车尾，把车厢门快速打开。黄毛青年率先凑上前来，他还没看清楚呢，景云辉突然从车厢的一角抽出一把长长的大刀。哎呦我去！溜了！别叫了，你的兄弟都跑路了，现在还叫给谁听？这群不讲义气的畜生，老子栽了！你要杀要挂，随便吧。黄毛把眼睛一闭，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景云辉懒得理他，拿出手机看了看，又把手机高举过头顶，一样没信号。陈哥，这里没信号，车子你能修吗？能，交警啊，可真有理的。没想到你年纪不大，身手这么厉害，力气还这么大。不是我力气大，是这把刀够沉够重，一般人想硬扛还真扛不住。陈哥，我这兄弟不一般吧？陈哥看到没？我后脑勺这道口子就是这小子砸的。小景确实不一般，就是下手狠了点。叫啥名？你爱说不说。景云辉可没有好脾气，直接把黄毛青年的裤腿撕开，狠狠扯下一条。你要干什么？景云辉拍了黄毛青年的肩头一巴掌，景云辉拿着布条用力勒住伤口，黄毛青年嗷嗷的叫个不停。别叫了，就他妈破了点皮，我又没下狠手，你嚎什么嚎？等景云辉帮他包扎完伤口，黄毛青年长长吁了口气。你人还怪好的呢，我是不是可以走了？走你妈！一会送你去警察局，你可以问问警察叔叔，他们放不放你走？不是兄弟，我都被你打成这样了，你还要把我送局子里？景云辉不再理他，去给陈立打下手，帮他一起换轮胎。下午的时候，他们终于来到盘城，看到路边有派出所，陈立直接把车子开了过去。2名民警快步上前，一眼就看到了一身血迹的黄毛。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2位警官，这人拦路抢劫，被我们打伤了。什么抢劫？2名民警再次看向黄毛，黄毛这时候彻底没了嚣张气焰。民警见状，立刻拿出手铐先给黄毛戴上。很快，派出所的所长从里面走出来，向景云辉3人了解具体的情况，弄清楚事情的经过。所长颇感惊讶地看向景云辉，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景云辉，还在上学？刚参加完高考。有没有兴趣做警察？我高考志愿报的就是警察学院。是哪里的警察学院？滨海市。你是滨海人？是，我家在滨海市下辖的马甸村。所长闻言大失所望，暗道一声可惜。警察学院的毕业生一般都会分配回原籍所在地。警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小景啊，欢迎以后来盘城游玩。一定一定。离开派出所，三人上了车。陈丽和王庆虎不约而同的长吁口气。接下来的路途没有再发生意外，安全抵达滨海市。怎么样，貂皮没事吧？陈总，一点事没有，都在车上呢。太好了，你们不知道，这几天我是吃不香睡不好，心都提在嗓子眼，好在路上没有发生意外。陈总，差一点这些货就都被抢了。啊，怎么回事？陈丽随即把遇到劫匪景云辉挺身而出的事向陈永乐仔仔细细讲述一遍。小景干得好，如果没有你，我的损失可就大了。这可是500万的货，真被劫了，我得赔个倾家荡产。陈总严重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只是做了我分内的事。小景，以后你就跟着我干的了，我每月给你5000的工资。旁边的王庆虎闻言，下巴差点掉下来。要知道当下公务员也才1000的工资，景云辉却含笑拒绝了。小景，你嫌少，我可以再往上加，你要多少说个数。陈总，实不相瞒，我打算自己开一家养貂场。陈永乐吃了一惊，他没想到景云辉竟然要自己开养貂场。问题是他有本钱吗？想自己干也挺好，以你的能力，肯定可以把厂子办起来。借陈总吉言，到时还望陈总能多多照顾我的生意。放心，只要是你的货，我肯定收。有陈总的这句话，我心里可就有底了。今晚渔人码头，我请客。吃饭，景云辉一口就回绝了，拿着陈永乐给出的1万元尾款，和王庆虎先离开服装厂。快，老景分钱！这1万块钱我就不给你了，我直接给王姨。凭什么？不凭什么，把钱交到你手里，你都和那些狐朋狗友乱花了，不如交到王姨手里。我赚的钱就应该我花。滚犊子！要么我把钱给王姨，要么你打赢我，把钱拿走，你自己选。说着话，景云辉操起青龙偃月刀。王庆虎看到景云辉手里的青龙偃月刀，立马就淹了。我不跟你打，不是我怕了你，是不想伤了咱哥们之间的情谊。随后，景云辉和王庆虎一同去到王家。我回来了。二驴子，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王姨，二驴子和我去外地打工了，还赚了钱。景云辉一边说着话，一边把王庆虎的那份钱递给王姨。看着他递来的1万块，王姨都傻住了。这是1万块，是二驴子这些天凭他自己的本事赚来的。我担心钱到了他手里，没几天就败货没了，所以才想着把钱交给王姨。王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二驴子能赚钱了，还一下子赚了这么多的钱。小伙子，你是？我叫景云辉，是二驴子的朋友。快，屋里坐。王姨，我就不进去了，还有挺多事要去办呢。景云辉正想走，这时候外面又走进来一人，五官样貌和王庆虎有几分相似。是大刚哥吧？你是？我叫景云辉，是二驴子的朋友。你来我家做什么？大刚怎么对客人这么没礼貌？小景是来送钱的。送什么钱？你弟在外面打工赚钱了，还一下子赚了1万块呢。赚了1万？王庆龙狐疑之色更重，目光扫向一旁的王庆虎，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走，咱俩去外面谈谈。那个小兄弟，你也出来。啥情况？整天游手好闲的弟弟突然把2万块交给母亲，哥哥见到之后，一气之下直接想一把勒死弟弟。哥，我疼。还知道疼？说这钱是怎么来的？哥，你先松开我，不然我咋说啊？我都喘不上气了。等王庆龙放开他的脖子，王庆虎急忙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述一遍。王庆龙听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去给人压货了。二驴子，你胆子不小啊！压货这种活儿你都敢接？这不是有老景吗？如果没有老景，我也不敢接啊。王庆龙目光一转，看向旁边的景云辉，阴冷的目光将他从上到下的打量个仔细。小景是吧？这次多谢了，我是真没想到，我这个白痴弟弟除了能结交那些啥也不是的狐朋狗友，还能结交上你这样的人物。大刚哥，我倒是觉得二驴子人不错，就本质而言并不坏，反而还非常重情义讲义气，就是头脑简单了点。以后多跟小景这样的朋友一起玩，至于其他的那些阿猫阿狗，都离他们远点。大刚哥，我还有事，先走了。以后有空了常来家里玩，当自己家一样。好嘞，大刚哥。哥，你不是最反对我带朋友回家的吗？小景不一样。咋不一样？你其他的那些朋友就是群只会吆五喝六的小崽子，混吃等死的废物，他们只能算是你的负资产，而小景则是正资产。哥，啥正资产负资产的，我也听不懂啊。时间过得很快，景云辉已经回到滨海5天了，突然接到赵明生打来的电话。赵哥，你决定来滨海了？我已经到滨海火车站了，
赵哥，你在火车站等我，我现在就过去接你。结束通话，景云辉再出站口，顺利接到赵明生。翌日一大早，景云辉和赵明生便去往景云辉的老家马店村。在景妈景爸的周旋下，他们最终以每亩180元的价格，成功与村委会签下土地租赁协议。接下来两人去做立项审批，却是一头撞上了铁板，不是这里不合格，就是那个材料错了。两人直接找上县某改委的一把手罗怀志。罗大哥，我们养貂场的立项申请，还得请你多多帮忙啊。说着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支厚厚的信封，满脸笑容的塞给罗怀志。小赵，你这是做什么？只是一点心意，还望罗哥笑纳。呵呵呵，小赵，你是真不懂，还是在跟我装不懂？罗哥，我是真不懂，还望罗哥帮我解惑。罗怀志拿起酒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你们养貂场立项这件事，上上下下都得打定，就这么一点点钱，这是打发要饭的呢。那么罗哥认为多少合适？这里面是多少？2万，再乘10吧。今天的韭菜不错，小赵让你破费了，不过该我出的钱我一定会出，该你出的钱也一分不能少。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夹，从中抽出几张100元钞票，压在酒杯下，而后转身就走。眼瞅着罗怀志要走出包房，赵明生反应过来，罗哥，20万实在太多了，我们一时间恐怕拿不出。什么20万？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小赵，你这话要是让旁人听了去，可是容易引起误会，败坏我的名声。是，罗哥，是我说错话了，可是能不能再少一点？罗怀志他什么话都没说，拉开包房的房门，大步走了出去。本以为开了个好头，没想到才走到第2关就撞墙了。小景，你们这的差人也太贪了。景云辉也是苦笑，现在两人都很是无语。第2关就要20万，那么后面的第3关呢？第4关呢？还需要几个20万？这简直令人绝望。难啊，太难了。景云辉陷入沉思，他在考虑自己要不要找韩江帮忙。又是因为这么小的一件事，就把这份人情用掉。景云辉着实是心有不甘。他正琢磨着，手机突然响起。喂，小景吗？我是张栋。张芝，找我有事吗？小景，你现在在哪？在长水县县城。你有没有时间来一趟滨海？很急吗？有点急，电话里说不清，最好是当面谈。那好吧，张芝，我会尽快赶回滨海。挂断电话，景云辉叹口气。小景，张芝是谁？滨海市捕快队长。小景，你还认识这样的大人物？赵哥，我们先回市里。我想留在县里继续做罗哥的工作。景云辉觉得意义不大，像罗怀志这种人，对他说1000句1万句好话，也不如给他一笔能令他满意的钱。不过景云辉也没有打击赵明生的积极性。赵哥，你先找个旅店住下。说着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递给赵明生。赵明生刚要推辞，景云辉把钱塞进他手里。别跟我撕吧，把钱收好。别过赵明生，景云辉从县城回到滨海市，他直接来到6扇门，张栋就在1楼大厅里等他。小景，真是不好意思，大老远的把你这趟来一趟。张芝，到底什么事？我们上楼说。张栋把景云辉领到3楼的一间会议室，进来后发现里面的人还不少，居中而坐的正是滨海市6扇门的一把手顾平安。难道自己的那一刀把劫匪砍得太重？李伟是过来逮捕自己的，但不应该啊，自己出手还是挺有分寸的。各位大能你们好，我叫景云辉。小景来了，快，请坐。景云辉可没用因为顾平安的热情态度而把悬起的心放下，前世他混了那么多年，太清楚人心险恶。顾把手太可惜了。还没等他落座，张栋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取出一支信封，递给景云辉。小景，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昨天我去捕快学校办事，刚好看到你的录取通知书，就顺手拿了，也省得再邮寄了。谢谢张芝。是小景吧？我叫高跃，是盘城的捕快的队长。高芝，你好。你一定很奇怪，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等你，究竟是为什么吧？景云辉点点头，一个是捕快一把手，2个队长，这么多捕快系统的大哥，等自己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的确挺令人费解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小景，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高跃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放在桌案上，推到景云辉面前。这个人你认识吧？会议室里出奇的诡异，一群来自各地警察系统的领导全在等一位高中生。没想到高中生刚到，支队长就把一张相片递给他。景云辉低头一看，眼眸顿时一闪，这不是黄毛吗？那个被我砍伤的劫匪，还是我亲手把他送进派出所里的。他叫陆青松，盘城人。他有个老大，名叫金鑫，绰号3金子。而金鑫的上面还有个老板，这个与你无关。我只需要你能通过陆青松找到金鑫。景云辉正要说话，张栋看了高跃一眼。高芝，既然要用小景，就该把话说清楚，也该把任务的危险性都交代清楚。小景啊，金鑫的老板叫六指，六指是个毒贩子。我们盘城为了打掉以六指为首的贩毒集团，曾派出2名化妆侦查员。可就在前天，我们突然发现1名侦查员的尸体，而另1名侦
查员同志直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恰巧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金星的一名手下正关押在看守所，而你还和这个人有些关联。我们经过商议，觉得由你去接机陆青松最为合适。张栋见高月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说完，也长吁了口气。小景，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很可能要直面毒贩。你虽然已经被警校录取，但你毕竟还不是警察，你可以拒绝这次的任务。高月闻言急了，正要说话，顾平安转头看向他。小高，小景还只是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这么危险又困难的任务，本就不给交给他去执行。高月又何尝不懂，他是实在没办法了。老李已经殉职，小周则是生死未卜，现在他已经不求别的了，只求赶紧把小周找到。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高志，那位警察同志是怎么死的？被扭断了脖子。有照片吗？你真的要看死者的照片，可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我需要了解清楚情况。高月深吸口气，从档案袋抽出一沓照片，递给景云辉。景云辉接过来，一张张的细看。当他翻倒倒数第2张照片的时候，他突然停顿住。这是一张远景照片，距离尸体的一棵大树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布偶。我操，小白帽！看到景云辉如同被人点了穴道似的，身体僵硬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高月好奇的凑过来，看眼桌案上的照片。详尽，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吗？高志，这棵树上挂了一个小玩具。还真是，可能是附近的孩子挂上去的吧。景云辉没有再多说，说多了反而解释不清楚。他原本不想接这个任务，可现在不一样了，案件涉及到小白帽，他不可能错过这次的机会。高志，我看完了，如果我接下这个任务，小景别冲动，考虑清楚。是啊，小景，你务必要想清楚，这个任务可是极其危险。如果我也遇害了，我这连因公殉职都算不上吧？顾平安暗暗皱眉，景云辉说的这个事还真是个问题。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让你火线入职，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让你火线入职。如果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出来。景云辉想听的就是这句话。顾局，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就是家里想开个养貂场，场地都租好了，但就是开不起来，卡在审批程序上。县政府的主管部门不立项，更谈不上审批通过。顾局，你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为什么不给立项，不给通过？是哪里有问题吗？小景，你但说无妨，一切都没问题，就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希望我们能表示表示，可我家里实在是拿不出来那么多的钱。在场众人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事也是屡见不鲜。又是吃拿卡要那一套，对吗？小景，你放心，这件事我来帮你解决。多谢顾局。高志，我的任务就是找到金心。是呢，金心是六指的心腹，只要找到金心，也就等于找到了六指。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找到金心，你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好，这个任务我接下了。就这样，景云辉被高月带进看守所。当他被警察带进一间牢房里时，里面的人目光齐刷刷的看向他。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其中的一名黄毛青年正是陆青松。你什么你认识吗？很显然，这人肯定是这间的牢头。他歪着脑袋上下打量景云辉几眼。我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身份，进来这里是虎你得给我握着，是龙你也得给我盘着，听明白没有？景云辉压根就没有理会牢头，快速扫视一圈，牢房里有10几号人，一个个歪瓜裂枣。牢头见景云辉没有理会自己，抓起一旁的手巾，狠狠甩向景云辉。我他妈跟你说话呢！手巾砸在景云辉的脸上，把他的脑袋蒙住。他拉下脸上的毛巾，直勾勾地看向牢头。看你妈呀，小子还他妈挺硬气！兄弟们，给我弄他！随着牢头一声令下，原本在大通铺上或坐或躺的众人纷纷下来，直奔景云辉围拢过去。黄毛见状，顿时乐了，拍着巴掌：“龙哥，这小子我认识，我就是被他整进来的，弄死他！”他话音未落，牢头一挥手臂，啪的一声脆响，黄毛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个清晰的巴掌印。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我做事还用你教？你喵的狗东西！你别让老子逮到机会，不然老子非弄死你不可！就在黄毛在心里问候牢头祖宗18代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被众人团团包围的景云辉竟然先动了起来，趁对面的两人还没反应过来，从缝隙掠过，跳上大通铺，直奔牢头扑了过去。景云辉对准他的脑袋，咣咣咣，先来3记炮拳，干他！给我干他！周围众人反应过来，一拥而上，对着景云辉拳打脚踢。高中生刚毕业就被选做卧底，当他走进牢房的那一刻，就把牢头天灵盖给打起包了，直接被关了15天的紧闭回来。当景云辉再次走进牢房里的时候，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畏惧之色。小子，不是哥，我没招你也没认你吧？他们说我砍你的那一刀是防卫过当，我他喵的要和你一起坐牢。该真他娘的该，让你砍我一刀！我不想坐牢，你呢？
我当然也不想。那我们就得改说法啊？怎么改？你没有抢劫，我也没有正当防卫，我俩就是在比武切磋的时候，我不慎把你砍伤了。哥，这么说能行吗？行不行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当天，景云辉和黄毛便去找了狱卒，狱卒不明白怎么回事，分别给李伟和高月打去电话，然后捕快又对他二人做了分别审问，两人口径一致，高月便把两人都释放了。哥，真有你的，口供这么一改，咱俩都没事了。哥，你以后有啥打算？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打算？像咱们这种要文凭没文凭，要本事没本事的人，还能有什么打算？继续给人家压货呗。哥，你压一次货能赚多少钱？180块吧。这么少？你以后不如就跟我混得了。操，给你做小弟，你配吗？啊不，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个老大，贼有本事，你和我一起跟着老大混，保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有花不完的钱。你老大谁啊？有名吗？三金子，你听说过吧？什么三金子？4金子的，我就知道瘸魁。瘸魁在我家那边可是响当当的一号。陆青松扶额，两人说的都不是一个地方。哥，就跟你这么说吧，老大为人仗义，出手也大方，跟着老大混，绝对错不了。你吹啥呢？你跟着老大混，都他妈的混得出去劫道了。陆青松老脸顿时一红，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没啥本事，老大也不太看得上我，我去劫道也就是想表现一下，结果踢到你这块铁板了。那就见见呗，先认识认识，跟不跟他混的，等见到人之后再说。两人在附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陆青松乐呵呵的给金星打去电话，结果他一连拨了2个电话，都打不通。你老大不会是把你抛弃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走，哥，我带你去个地方。陆青松带着景云辉打了辆车，一直来到盘城的边街子，走进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然后陆青松有节奏的敲了几下房门。王姐，是我。哟，小陆，你不是进去了吗？中年女人一边打开门锁，一边放陆青松进去。当景云辉要走进去的时候，中年女人立刻用身体把他挡在门外。你是谁？王姐，他是我哥们，我这次能这么快出来，可全靠这兄弟了。中年女人听完陆青松的解释，这才侧了侧身让开房门，正要说话，院子里面的正房走出来3个20多岁的青年。爪子哥、大眼哥、大个哥，我操，你小子出来挺快啊！嘿嘿，一般，世界第3。这小子是谁呀？爪子哥，他叫景云辉，是我兄弟，我俩算是不打不相识。你别看他年纪小，打架可是个不要命的主啊。对了，爪子哥，我怎么找不到咱老大了？给老大打电话，2电话都关机了。前2天老大把2电话都换了。为啥？出事了吗？不该问的别问。小卢，你带他过来，几个意思？我想把他介绍给老大。可靠吗？绝对可靠，我肩膀这一刀就是他砍的，不过我能这么快出来，也是他帮了我。景云辉和陆青松跟在后面，在胡同里足足走了30多分钟，来到一座土房前，站在门内的是个30多岁的光头汉子。景云辉只扫了一眼，便把这个光头汉子认了出来，这就是绰号3金子的那。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对不对？高月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找到3金子，其他的事不用管。现在见到金星了，任务已经算完成了，但我可不会这样回去交差，我要通过金星找到小白帽。3人走进门内，刚进来就见房门两侧各站着2个人，手里还提着明晃晃的大砍刀。老大，你咋躲到这么个鬼地方？说说吧，小陆，你带来的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回事？黄毛随即把他和景云辉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一起出来的，如实向金星讲述一遍。金星听后眯了眯眼睛，两人出来的未免也太容易些吧。小兄弟，你多大？是吧？景云辉的年纪也是帮他隐藏身份最有力的因素，即便旁人会对他起疑，可一听到他的年纪，所有疑虑都会打消。小兄弟下手挺狠啊，你力气再大点，我兄弟的半边膀子不被你卸了。我俩已经谈好了，互不相欠。你俩是谈好了，但我这个做老大的不能让我兄弟白白吃亏。他话音刚落，站在景云辉的四周，一个个手中的砍刀也都微微上抬，好像随时会对景云辉出手。老大，我和小景是不打不相识，我们的确……闭嘴。光头，那你想怎么样？他此话一出，陆青松都惊呆吓傻了。不是哥们，你他喵怎么一直都这么勇？当着老大的面叫老大光头，你是活腻歪了吗？
爪子箭步上前，啪一巴掌打在景云辉脸上。光头也是你教的。景云辉的动作也不慢，不等爪子把手收回去，他跨前一步，一巴掌还给了爪子。从小到大，没人敢打我的脸，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再有下一回，我不管你是谁，我会拧折你的胳膊。爪子可是金星手下的头号打手，爪子更加愤怒，自己被一个18岁的毛头小子吓住，传出去还怎么混？没等爪子发怒，陆青松连忙上前分开两人。自己人，别冲动，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嘛。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不气盛叫年轻人吗？是你自己找事，那就怪不得哥哥我欺负孩子了。来嘛！瘾君子向黑老大借了2万，3个月过后，2万的本金就利滚利变成80万。然而卧底第一天接近黑老大，就被安排去追这笔80万死账，没想到小子直接就答应了。好，爽快，我就喜欢你这种爽快的性格。不过咱们丑话也得说在前头，你把钱要回来了，一切都好说，我还能给你10%的提成。可你要是拿不回钱，我就把他的脑袋踢回来。离开金星的住处，陆青松快步追上景云辉。哥，这个火鏊你不该接啊！怎的？麻子就是个滚刀肉，这钱根本要不回来。以前爪子哥还去要过呢，把麻子打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他了，可还是没能要出钱来。麻子住在哪？哥，你真要去啊？8万的提成，我干嘛不要？行吧，我带你去找麻子。麻子的住处也在这一片的棚区，两人刚走进里屋，就见一人正躺在炕上呼呼大睡，在他旁边还放着烧得漆黑的玻璃器皿。这是刚刚溜过兵啊！王某，你不是说他没钱吗？鬼知道他从哪弄到的钱。叫醒他！醒醒！醒醒！麻子，醒醒！他一连召唤了好几声，麻子跟睡死过去似的，一点反应都没有。景云辉直接满满一盆的冷水直接浇到麻子的头上。谁啊？爷，这不是修路吗？你咋来了？我老大让你还钱。还钱？哈哈哈！我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呢，你看着拿，有啥子欠着你都拿走，实在不行，我这房子也可以给你。陆青松一巴掌呼在麻子的脸上，拿起旁边的玻璃器皿，给你瞄，你他喵的，还有钱溜冰。小陆，你回去告诉三金子，我麻子是要钱没有，要命一球。三金子要是相中了，尽管拿去。他话没说完，景云飞抓住他的头发，把他从炕上直接拽了下来，晃了晃手里不知道从哪长来的锤子。我给你一次机会，这钱你还还是不还？我没钱，我这没钱啊！你让我怎么还？话音未落，景云辉已抡起锤子重重砸了下去。三哥，这小子下手莫轻莫重的，莫搞出事来。出事又怎样？一个烂毒虫，死了就死了，有人会在乎吗？屋内的景云辉可不是只砸一锤子，而是连续抡锤重击，啪啪啪的声响此起彼伏，麻子的整根食指都快被砸烂了。此时的麻子已然硬生生被疼晕了过去。景云辉又是一盆冷水浇下。麻子，你的机会不多了，我再问你一遍，你还还是不还？没，我真的没钱。麻子又是一声惨叫，景云辉的这记重锤又狠狠砸在他的中指上，指骨应声而断。嘴巴硬，我们今天有的是时间，咱们就慢慢来，先是手指，然后是脚趾，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你的嘴巴硬，还是我这把锤子硬。后窗下面我买了一口箱子，里面有钱，有金球。王某，你给我看住他！景云辉推开后窗跳了出去，这里是个小院子，他找到一把铁锹，开始在窗户下面挖起来。看到箱子的那一刻，景云辉也吸了口气，箱子底部铺了一层金条，估计一根得有1000克，98年1克的黄金差不多在80元左右，17根1000克的金条，总价足有136万。好个麻子，竟然偷藏了这么多钱！景云辉把金条放回去，发现一旁还有几本相册。当他翻倒最后一本的时候，发现这不是相册，而是集邮册。只见其中一连4张的邮票，上面是全国地图。传说中的全国江山一片红，18年的时候就是这张邮票，仅仅一张就拍卖出1200万的天价。相册里竟然有一连4张，这岂不是4800万？景云辉把集邮册放回到箱子里，然后从中拿出10根金条，10根金条的价值刚好是80万，然后重新填买好。麻子，你看清楚了，一根金条8万，10根金条80万。什么？80万？我当初就问三金子借了2万啊。那是啥时候的事？都过去多久了？借钱没利息嘛，要你80万都是要少了。你那箱子从哪来的？说实话，不然我砸碎你脑袋。是我在明珠省院出来的。门牌号 B3号。是 BB3 还是 B3？B3。景云辉不再多问，解开捆绑麻子的布条，又深深看了他一眼，再什么话都没说。两人离开麻子家，一路回到金星的住处。你俩这么快就回来了，事情办妥了。这是10根金条，按照现在的金价，刚好80万。金星看着景云辉，越看越是喜欢。年纪虽然小，但却心狠手辣，绝对是个人物。他打开布包，从中随意的拿出2根，向景云辉随手丢了过去。不是只给1成的辛苦费吗？我金星做事一向最公道，对自家的兄弟也一向最仗义。你以后就跟着我混，我保你吃香喝辣，你和爪子一样，叫我三哥吧。跟着你有钱赚吗？
爪子，你告诉云辉，咱们缺不缺钱？3个私房呆的，咱们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有钱赚，什么都好说。3哥，我以后跟你混了。哈哈哈，我就喜欢你喜欢钱的样子。操他喵的，麻子偷偷藏了这么多的金条，上次我差点把他打死，他都没把金条的事说出来。景云辉这小子真他喵的走狗屎运啊！在爪子看来，景云辉只是运气好而已。可金星明白，景云辉能逼出麻子的金条，绝非运气。你叫我一声3哥，你就是我金星的兄弟，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不会让你饿着。过2天，我带你去见见六爷。六爷是谁？六爷可是咱们老大的老大。3哥还有老大，他配吗？在场众人无不瞪大眼睛，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景云辉。还有谁？卧底为黑老大追账时，欠债人不仅有10几根金条，还有一本价值4000万的集邮册。第2天一早，他直接去欠账人麻子家，没想到他已经跑路了。剩余的那几根金条已全部被他带走了，相册、集邮册，他是一样都没带走啊，真是不识货。景云辉把集邮册拿出来，刚出院门，就听旁边传来阴阳怪气的质问：“嘿，拿着什么？”他也没有多说废话，直接把手里的相册、集邮册一并递给爪子。你在麻子家拿的不会就只是这几样破烂吧？价值好几千万的宝贝都放在你眼皮子底下了，可你完全不认识，只当它是垃圾破烂，可见没文化多可怕。少啰嗦，我问你话呢，你还拿了什么？关你屁事！景云辉，别他妈给你脸，你不要脸！你是不是还拿了金条？痛快交出来！我教你喵！随着他一声暴吼，一脚向爪子踹了过去，爪子被景云辉这脚正踹中肚子。这画面实在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一脚向爪子踹了过去，爪子被景云辉这脚正踹中肚子，很快2人便摔倒在地，在地上翻滚成一团。不知打了多久，2人不约而同的停了手。看你摸头脏金条，你跟我打什么？不打你，我还让你搜身啊！老子不要面子的吗？爪子都被气乐了，从地上站起身，用脚踢了踢相册。小逼崽子，你他妈才多大，还讲面子？带上你这些破烂，滚滚滚！你要就送你了。我要这些死人照片干什么？不要拉倒，我还不想给你呢。景云辉不慌不忙地捡起相册和集邮册，转身离去。景云辉没有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去了市区里。他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高月打去电话。高知是我，景云辉。祥锦，你终于联系我了，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见到金星了，还成功做了金星的小弟。我打算继续潜伏在金星身边。金星跟我说，他过2天会带我去见六指。不行，太危险了。祥锦，你已经找到金星的住处，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你赶快把金星的地址告诉我。高知，就让我继续潜伏吧，只要高警官还活着，我一定能把他找到。我没时间和你说太多，就先这样，我会再联系你的。说完话，景云辉果断挂断电话，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卡片，照着上面的号码拨了过去。喂，找哪位啊？你们店提供按摩服务吗？当然，小哥哥，我们店不仅提供按摩服务，还提供很多其他的服务呢，包你满意。一会我过去。景云辉刚走出公用电话亭，一名30多岁的汉子便钻进电话亭里，没有拨打其他电话号码，而是按了重拨键。喂，你好，找哪位？你这里是名宝贝按摩店啊，先生，你是不是要来按摩啊？你好，找哪位？你这里是名宝贝按摩店啊，先生，你是不是要来按摩啊？我们店可以提供多种服务。他话没说完，干瘦汉子已啪的一声挂断电话。他随即走出电话亭，拿出手机拨打出去。六爷，这小子应该没问题，你给我继续盯着他。六爷，他是3哥的人。这段时间我们得小心一点。老三莫名其妙的招了个新人，还要带过来见我，我必须摸清楚他的底。明白。景云辉看着干瘦汉子急匆匆快步而行的背影，嘴角微微扬起。小样儿，还和我玩这套？你们真当我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翌日，景云辉起床不久，金星和爪子便找上门来。云辉，醒了，跟我们走。3哥，我们去哪？带你去见个人。 3人穿过几条小胡同，来到一条小巷子里。这里早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等候。金星甩头示意众人上车，这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这画面实在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3哥，六爷怎么住在这么偏的地方？六爷原本住在大别墅里，可他偏偏得罪了一群不好惹的人。 3哥，老弟咋回事啊？前段时间，六爷不知道从哪搞到一张磁盘，有密码破解不开。后来有人突然联系六爷，想要回磁盘，六爷开口要对方800万，对方答应了，真给了六爷800万。哪有那样的好事？交易当天，对方的人根本没到现场。当天晚上，六爷在自家的别墅里遭到袭击，死了好几个兄弟。好在六爷及时躲进密室里，才侥幸逃过一劫。这件事，六爷就这么算了？
哪能呢？六爷当然有派人去追击，派去的兄弟死了。说起来，老虎也是够倒霉的，结果这一去再也没回来，留下个小寡妇，以后指不定要便宜了谁呢？只听爪子的描述，他们说的老虎就是因公殉职的卧底警察老李。景云辉和爪子两人跟着金星走进一栋烂尾楼内，到处都是端着 AK 的枪手。这个六指还真不简单，麾下竟然有这么多的枪手。老三来了。六爷，他夹着雪茄，示意他过来，看向站在金星身后的景云辉。他慢慢站起身，绕过金星，走到景云辉近前站定。中年人提鼻子嗅了嗅，不错，身上没有我讨厌的气味。啥味？警察的味。小伙子，你就是老三新收的小弟吧？哪？不怕我？为啥要怕？老三，你说的没错，这小子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年纪小，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天不怕地不怕，啥都敢干嘛？是啊，那时候的日子虽然过得苦点，还真是过瘾爽快啊！现在钱有了，身份地位也有了，反而瞻前顾后，胆子变小了。六爷，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哪条道上的？六爷，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哪条道上的？反正不是黑道上的，也不是警察，看其行事手段，有些像境外的雇佣兵，而且还得是雇佣兵中的精英。他们跑到我们华国做什么？怪知的。他二人正说着话，一名女子从里面提着一个水壶走过来，给茶台上的茶壶加满热水。看到这个女人，景云辉心头猛然一动。小周慧茹，周警官和老李一同打入六指集团内部，失踪数日之久的卧底女警察。爪子见景云辉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人，用胳膊肘捅了捅她。小子看直眼了，人家可是老虎的老婆，你得叫嫂子。嫂子，好吃不过饺子。看，我警告你，你小子可别乱来，惹恼了六爷，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等女人加完茶水，六指向她挥挥手，女人提着水壶离开。老三，最近有批货要进盘城，我现在躲在这里，暂时还出不去，但这批货数量不少，想来想去，我就想到了你。六爷，你知道的，我一直做放贷生意，不碰货的。咱们好不容易做成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可我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早晚的放手。可是让谁来接手呢？大橙子他们不行吗？就能力而言，他们和你比还是差了一点，而且他们对我也没有表面上那么忠诚。老三，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兄弟。金星很清楚自己的半斤八两，若是让他去接六爷的班，估计第二天自己就得横尸街头。六爷会选他去接活，是因为他实力弱，想有野心也生不出来，对六爷不会构成威胁。行了，老三，别考虑了，这次接活就你去，我放心。是，六爷。接活的地点和时间。说到这里，六指停顿住，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景云辉和爪子。你说你俩小子嘀咕什么呢？去，滚一边嘀咕去！金星也向他二人挥挥手，景云辉没有丝毫的犹豫，迈步向里面走去，爪子不急不缓地走在后面。爪子，你总跟着我干什么？谁说我跟着你了？这里就一条道，我不往这边走，我去哪？景云辉撇了撇嘴，以强而战不走了。毛病。等了一会，见爪子走远，景云辉又继续慢悠悠地闲逛起来，看到一个房间向里面偷看，只见房间里站着一个女人。背对着房门正在换衣服，景云辉侧身闪了进去，从女人身后一把将其搂抱住。六指就是长这样，你画的跟照片似的。详细，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你现在要是想退出。周警官的身份虽然没有暴露，但他潜伏在六指身边，依旧很危险。有我在，还可以有个照应。另外，周警官与外界的沟通也需要有个人来传递消息。两人在厂房里待了1个多钟头，景云辉率先离开。景云辉回去之前，还特意去了一趟盘城的红灯区，在这里收集了一堆小卡片。回到住处，景云辉刚坐下一会，爪子从外面走进来，看到景云辉的床上摆了好几排的小卡片。小伙子，注意身体哈。我身体好着呢。走，跟我走，去赌场看看。现在赌场人手不够，你过去帮忙盯着点。两人一路扯着蛋来到赌场，哪怕是白天，赌场里的客人依旧不少。萧景，認識一下，我叫他張宇。这画面实在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张月则是个小个子，身材瘦小干瘪，眼睛倒是挺大，咕噜噜乱转，一看面相就是知道是个心眼多的。对景云辉，张月似乎是一见如故，渐渐的两人熟悉了。張月把景云輝拉到角落。小景，我聽說老大帶你去見老爺了。是啊，咋了？老爺可是我的偶像，說真的，我太羨慕你了。你才跟住老大幾天，我都跟老大快2年了。必須見老爺了，老大我都沒見上幾面呢。別着急啊，兄弟，跟着三哥好好幹，以後早晚會有機會的。老爺長咩樣？有點胖，看上去就是個普通人。老爺住邊度？這可不能說。張月還要繼續發問。這時候黃毛興沖沖地走過來，扯着大嗓門說道：哥，我都想死你了。景雲輝抬腿就是一腳，把黃毛踢開。還想死我了？你想我口袋裡的錢吧？兩人說說笑笑地走開，看着他倆的背影，張月趁着沒人注意，偷偷溜出賭場，來到一處無人的角落。他拿出手機撥打電話。鄭先生呢？我是張宇。有消息通知我，
我們這輪新來個小兒叫景雲輝，今天他剛剛去見了盧爺，他肯定知道盧爺的住處。景雲輝，這年紀不大，17、18歲，黃毛介紹來的。晚上，景雲輝和黃毛去了一家盤城知名的飯店胡河海吃了一頓，然後黃毛又去做馬殺雞，景雲輝甩給陸青松一沓鈔票。你去吧，我出去逛逛。哥，你不上去啊？我一個人多沒意思。樓上沒意思，我喜歡的是楊家。景雲輝他站在路邊，忽然一輛麵包車停在他的面前，兩名蒙面人，一人拿着棒球棍，一人拿着麻袋，手持棒球棍的蒙面人對準他的後腦，猛地就是一記悶棍。女人背着門換衣服，突然被一個小伙子從後面抱住，女人抬手就向後抓，想要揪出小伙子的頭髮。別緊張，周慧茹，周警官。這句周警官一出口，讓女人臉色大變，她猛地抬起左腿，從腳踝處快處抽出匕首。是高枝派我來找你的。我憑什麼相信你的話？單憑我知道你真實身份這一點，如果我去告訴六指，你覺得你還能活嗎？我們的時間不多，你有什麼是需要我幫忙的？幫你逃離這裡，還是帶出去什麼消息？那你稍等。周慧茹背對着景雲輝，把胸衣的縫隙扯開一點，從裡面拿出一張小小的紙卷，塞進景雲輝手裡。你跟高志說，我現在還不能走。這張紙條裡記錄了六指集團本次交貨的時間和地點，一定要親手交給他，不要通過任何人的轉交。他話沒說完，景雲輝的手突然摁在他的胸前。快，掙扎！放手，混蛋！我讓你放手。爪子從外面衝了進來，他二話沒說，上去就是一腳。抱歉，胡嫂，我這個小兄弟不懂事，有得罪之處，你大人不計小人過。周慧茹慌慌張張地穿上衣服，她氣惱的一聲沒吭，還滾過來，給胡嫂道歉。景雲輝他剛從地上爬起，周慧茹一嘴呼在他臉上，周慧茹緊接着又是一巴掌，爪子連連鞠躬道歉，拉着景雲輝快步退出周慧茹的房間。幹，老子的賭場裡有那麼多女人，你不找，你偏偏找胡嫂。你那裡的女人都是些什麼貨色，也能跟胡嫂比？兩人正罵罵咧咧，金星走過來，你倆怎麼跑這來了？走了，那就好，咱們快走吧。咋的了？三個看到沒？臭小子臉上的巴掌印，咋搞的？沒打死他都算他運氣好。三哥你不知道，這臭小子膽大包天，要強了胡嫂。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把胡嫂的衣服都扒了，手都伸到罩子裡面了。雲輝，胡嫂身材咋樣？一級棒，一手把握不住。三人離開爛尾工地，景雲輝閒不住，溜溜達達的出門閒逛。他找到人少的僻靜處，拿出手機撥打電話。喂，是我見到周警官了。小周現在怎麼樣？危不危險？高志，情況和你預想的不太一樣。李警官並非是六指殺的，李警官和周警官的身份也沒有暴露。雲輝，到底怎麼回事？你快說說。是六指和另外一個犯罪集團發生了衝突，李警官是被另外那夥犯罪集團殺害的。現在周警官成了遺孀，在六指集團內處境還算安全。原來是這樣。對了，周警官還給了我一張紙條，讓我親手交給你。咱們要不要見一面？你現在在哪？濱江公園。那裡人太多，眼太雜，你打車去502工廠，我們在那裡見面。半個小時之後，景雲輝在一座空曠的廠房裡見到了高月。景雲輝把周慧茹交給他的這卷紙條遞給了高月。詳盡，這是六指近期要接收一批毒品，據說數量不少。周警官給你的紙條就是這批毒品交易的時間、地點。太重要了，這份情報來得太重要了。詳盡，你詳細說說你和六指見面的場景，還有你和小周是怎麼聯繫上的。景雲輝沒有隱瞞，將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講述一遍。原來六指是躲在郊區的爛尾樓裡，他手上竟然有那麼多的槍，這群毒販子簡直是無法無天。說完，他又目光怪異地看向景雲輝。高志，我臉上長花了。小周可還沒有結婚，也沒有男朋友呢，倒是讓你小子先佔了便宜。事急從權嘛，如果我不對周警官起色心，被人發現我和他接觸，我倆的身份都得暴露。六指長什麼樣？你能描述出來嗎？高志，你帶了紙筆嗎？高月面露驚喜，他立刻拿出公文包，從裡面拿出筆記本和圓珠筆。等景雲輝仔仔細細地描述完，高月已經畫得差不多了。詳盡，你看看哪裡有不對的地方。行啊，高志，你還有這本事呢，以後你不做警察，去街頭賣畫都能發家致富。別整那些沒用的，再仔細看看還有哪裡不對的。警察臥底為了不去按摩，就被倆蒙面人一悶棍敲暈，裝進麻袋帶到一個郊區的倉庫。曾哥，人帶回來了。行，事情辦得不錯，放裡面先綁起來。兩名蒙面大漢應了一聲，把景雲輝抬到庫房的裡端，把他捆綁個結結實實。等他二人轉身走開，原本昏迷的景雲輝突然睜開眼睛。我就知道張月主動找我搭話，還特意打聽六指的住處時，張月極有可能已經被盛唐收買。我想主動找到盛唐很難，但我可以讓盛唐主動來找我，而盛唐也着實沒讓我失望。正當景雲輝打算掙脫開繩結，把對方擒下，逼問出小白帽的下落時，那名為首的西裝漢子拿出手機撥打電話。白先生，我是鄭兵啊，我剛剛抓住個六指的手下，這小子知道六指現在藏在哪裡。白先生，你看我這次立了功，我加入盛唐的事。結束通話，名叫鄭兵的西裝漢子長吁口氣，看來我加入盛唐的事這回是穩了。電話打完了。
他猛然意识到不对劲，急急扭转回头。与此同时，他身边的几名大汉也纷纷向后看去。下手还挺重，也不怕把我打成白痴？你们从我嘴里什么都问不出来？小子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本事的，把你捆上了你都能挣脱开，怎么的还想和我们练练？听说你想加入圣堂是吗？废了他，别打死就行。白先生不要死人。4名大汉各持武器冲向景云辉，乒乒乓乓的撞击声，各种惨叫哀嚎声此起彼伏。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见横七竖八全是血肉模糊的尸体。郑兵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阿布、大鹏、老赵都死了。郑兵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管，只见众多的尸体当中，突然有一人的身子拱了起来。是你怎么还没死？让你失望了吧？郑兵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算转身跑。景云辉突然一声暴喝，将手中的钢刀狠狠甩飞出去。钢刀的锋芒正中郑兵的胸心，他心里清楚，战斗还没有结束，接下来他还得迎战一个人。小白帽，你这个毁掉我一切、杀害我全家的凶手，我等你！与此同时，库房外有一人，他手里还提着一只小布，头上戴着一顶小白帽，慢悠悠地走进仓库的院门，目光越过地上的尸体，看向像个死人似的景云辉。这些人都是你干的吗？原来你就是小白帽，认识我？我们没见过，但你的名字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刻骨铭心。是的，看来六指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嘛。我找你好久了。你叫什么名字？景云辉，你最好牢牢记住这个名字。景云辉，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你离开六指，我带你进圣堂。你会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早死晚死都得死。今晚你我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从这里走出去。既然你想死，我成全你。说着话，小白帽迈步向景云辉走过去。景云辉突然抬起手，小白帽不解地看着他。既然你我只能活一个，可不可以交换个秘密？那你就先说说你身上最大的秘密。我是重生者。啊，重生者，这是什么？和圣堂一样的秘密组织吗？告诉我，圣堂有多少人？我不知道。我已经告诉你我最大的秘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我隶属于圣堂组织的清道夫部门，是清道夫2部一组的组长。我的顶头上司是2部部长，代号破影。六指得到的那张磁盘是业务部收集到的重要情报，据说是从冰城工业大学得到的，具体是什么内部我并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拿回那张磁盘。他说的这些，景云辉有很多都是了解的。圣堂分为3个部门，业务部、清道夫以及技术部。六指藏在哪里？西郊的烂尾楼工地，地角虽然很偏，但并不难找。另外，六指身边的手下人数量不少，大多数都装备了枪械。我们之间的事情也该做个了断，拖延了这么久，你也熟悉的差不多了吧？景云辉嘴伸了伸筋骨，提着钢刀迈步向小白帽来了。刑侦支队长突然接到一个离奇的电话，说他是一个高中生，刚杀了10几人。然而支队长并没有立马去抓他，而是让他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原来就在昨晚，景云辉刚干掉郑兵10几人，等到他的前世仇人小白帽，一口气干掉10几人，你确实很强。不过现在应该休息够了吧？景云辉直接横扫刀锋，几乎是蹭着他的喉咙扫过。小白帽挥刀劈砍景云辉的脑袋，景云辉依旧没有躲避，而是一刀刺向小白帽的心口窝。小白帽迫不得已，只能再次收招避让。两人大战将近10分钟，景云辉再也没了力气。你说你是重生者的人，这是个什么组织？我说我是从25年之后回来的，你信吗？那你说说25年后是什么样的？那时候人人都用智能手机付款、点餐、购物、打车、交水电费等等，但凡是你能想到的都可以做到。可以叫小姐吗？还真能，很科幻。小白帽从地上爬起，捡起一把钢刀，向景云辉走过去。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一切都该结束了。景云辉，你是我杀过的最难杀的一个人，我会记住你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景云辉有气无力地动了动嘴，但他的话音太微弱，小白帽没听清楚。他弯下腰身，你说什么？反派通常死于话多。景云辉的手猛地向外一挥，一大把尘土扬了出去。变故来得太突然，即便是小白帽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也就在这一刹那，景云辉一把抓住旁边的钢刀，顺势刺了出去。小白帽的身体还跪坐在原地，脑袋已然掉落在地。过了许久，景云辉才跌坐在地。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喂，高知是我杀人了。电话那头的高月大吃一惊，对景云辉来说，杀人这种事没什么好隐瞒的，而且想瞒也瞒不住。有一群人绑架我，我为了自保，被迫无奈，只能采取反击。绑架对方有多少人？10几个吧。你打死了几个？全部。听闻景云辉的话，高月的脑门上都冒出冷汗。景云辉一个人杀了10几名绑匪，这也太能打了吧！高知，这件事不简单。这些人之所以绑架我，是为了从我口中逼问出六指的下落。他们是为了六指手里的那张磁盘吧？
高志，这个案子你恐怕管不了了。怎么会这样说啊？磁盘里的东西是从冰城工业大学里流出的资料，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某种重要技术，也可能是某种技术的参数或数据。另外，这些人的身份不是普通绑匪，而是间谍。小姐，你是不是受伤了？严重吗？是受了点伤，不要紧。你现在在哪？我去找你，立刻送你去医院。不行，我还不能去医院，我得赶回去找三金泽。你还要继续潜伏。六指手里的那张磁盘，我必须得拿回来，这涉及到国家机密。景云辉认为保护国家机密，只有拿回磁盘，这可是重大立功表现，足以冲淡他这次的大开杀戒。小姐，一切以你的人身安全为主，一旦你预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你可以立刻终止任务。我明白，高志，这个组织叫盛唐，盛唐内部主要有3个部门：业务部、技术部、清道夫。这次绑架我的人就是出自于盛唐的清道夫。目前我所掌握的情况只有这么多，如果还有其他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他启动绑架他来的那部面包车，向棚区开去。景云辉刚推开车门，众小混混吓了一跳。我操，辉哥出事了！快，去告诉爪子哥他们。很快，爪子、黄毛等人都听到了消息。爪子第一时间给金星打去电话：三哥，出事了，小静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他不是出去玩了吗？小静是浑身伤回来的，下面的兄弟说他整个人跟血葫芦似的，都认不出来，可能是被人砍的。金星一咕噜下了床，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带着几名手下急匆匆出了家门。金星大步流星走到景云辉近前，蹲下身子，仔细查看他身上的伤势。云辉，能听见吗？云辉，能不能听见我说话？三哥，你怎么来了？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是他妈谁干的？告诉我，是哪个逼养的干的？在这里呢。金星看着圆滚滚的黑塑料袋，他一把扯过来，把黑塑料袋用力撕开，一颗圆滚滚的东西咕噜出来。啊！黄毛，你他喵的给老子闭嘴！云辉，这人是谁？他带头绑架了我，想逼我说出六爷的住处，我没说，还反杀了他。金星闻言，脸色骤变。对了，上次潜入六爷家袭击六爷的那个人就是他，我说过我能弄死他，我说到做到了，对吧，三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云辉抬到老吴头家。老吴头是棚区里的赤脚医生，棚区的居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找老吴头看病。黄毛紧紧跟在旁边，一边跑一边哭。老子还没死呢，你哭个毛线的丧！滚一边哭去！老吴头，我兄弟咋样？你能救不？你要是救不了，赶紧吱声，我现在就送他去大医院。能救是能救，他是自己回来的吗？这小伙子不简单啊！一般人受了这么多的伤，流了这么多的血，早就昏迷了，他自己还能回来，不可思议，简直就是奇迹。老吴头，你别扯这些没用的了，赶紧救人！老吴头倒是不慌不忙，先是给景云辉身上的伤口消毒，然后又慢悠悠的拿出针线缝合。金星看老吴头一点也不着急，估计是心里有底。他走出去拿出手机，给六指打去电话：老三，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云辉出事了，上次袭击六爷的人今晚突然绑架了云辉，想逼云辉说出六爷现在的住处。他说了吗？没有，云辉啥都没说，还把那人杀了。六指闻言也是大感震惊，袭击他的那个人闯进他家里，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对付他身边的兄弟如同砍瓜切菜一般。那家伙是怎么知道云辉来过我这里，还见过我？老三，你手底下有人想要我的命啊！六爷，你放心，我一定调查清楚，给你的交代。黑老大被手下出卖，导致卧底景云辉被绑架，没想到景云辉反手就将绑匪10几人全部干掉。云辉，今晚的事我听老三说了，干得漂亮，你怎么做到的？我敢和对方一命换一命，可对方不敢，所以我赢了。云辉，你这次可是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你想要什么奖励？六爷，给我钱就行，我就喜欢钱。听闻他的回答，六指哈哈大笑起来。景云辉前世也是做老大的人，他当然在清楚不过做老大的心理，贪财好色就是弱点。没问题，云辉，明天你跟着老三一块过来，我会给你最想要的东西。金星接过电话，转身走到外面。接下来六指和金星又谈了什么，景云辉听不见。翌日早上，景云辉跟着金星去往烂尾工地。你给我送来个黑袋子，现在我也还你个黑袋子，打开看看。景云辉打开黑塑料袋，里面装着的都是一沓沓的钞票，得有20沓之多。谢谢六爷。云辉，昨晚绑架你的有多少人？他们是谁？是个叫盛唐的组织，这个人代号叫小白帽，他在盛唐就是个打工仔，专门干脏活累活的那种。老三，听过盛唐这个名字吗？金星面色凝重的摇摇头，他也是第一次听到。他们想要什么？要那张磁盘。现在他也有些后悔，当初他就不该起贪心，应该直接毁掉，也就没有后续这些破烂事了。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等这次的交易完成，我打算去蒲甘住上一段时间。我到了蒲甘之后，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云辉，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蒲甘？
听闻六指竟然要带景云辉去蒲甘，连金星都吃了一惊。对不起，六爷，我还是喜欢留在国内。云辉，你还是太年轻了，难道你不想要更高更长远的发展吗？六爷，我觉得我在国内也能发展得很好。等你再大一些，你就会知道，今天错过的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景云辉的拒绝让六指感到有点失望。接下来，六指和金星谈起明天晚上交易的事宜。景云辉识趣的离开，他溜溜达达的又去了周慧茹的房间。六指得到的那张磁盘，你知道它藏在哪里吗？我不清楚，我也从未见过那张磁盘，磁盘里有什么？可能涉及到国家机密。六指通常会把重要的东西藏在哪里？毒品仓库。毒品仓库在哪？我不知道，知道毒品仓库具体位置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六指，一个是老表。老表是谁？六指的专职司机，也是他的表弟，他还是个哑巴。我上次给你的东西，你交给高芝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周慧茹长松口气。高芝是怎么安排的？具体的行动安排还需要等我的情报。我知道了，我先走了。景云辉离开周慧茹的住处。他心里正默默盘算着怎么才能找到仓库。不远处传来阴阳怪气的声音：“你小子还真是贼心不死，又往虎扫这里跑。爪子，你一天到晚总盯着我做什么？怕你犯错误。”两人回到六指和金星这里，刚好他二人也谈完了。金星向景云辉、爪子招招手，我们该走了。中午，金星带着景云辉几人回到棚区。云辉，你先别走，去我那坐坐。中午，金星带着景云辉几人回到棚区。云辉，你先别走，去我那坐坐。景云辉答应一声，来到金星的住处，从外面又走进来6个人。明晚的交易大家都知道了吧？转子后面有个袋子，你提过来。众人向里面一看，全是长短不一的枪械，在场众人同时一怔。三哥，明晚的交易我们还用带枪吗？怎么怕了？那倒没有。金星从袋子里拿出一把黑漆漆的手枪，随手扔给景云辉。云辉，知道为什么给你们配枪吗？我知道了，我们和对方交易的时候，出其不意的把对方都干掉，这样一来，货我们拿到了，货钱也省下了，这叫什么来着？对了，黑吃黑。黑你个头！转子，去把枪给我拿回来。不是这么回事吗？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以后你少看些乱七八糟的电影。送货的人是从蒲甘过来的，他们可都是六爷的朋友。你要是把他们都干掉，六爷都能生撕了你。景云辉不以为然的撇了撇嘴。这次的交易货量很大，我们得小心点，万一遇到了抓捕，别客气，给我往死了干。只要被条子抓住了，那就是个死。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三哥。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另一边，高月还在苦等景云辉的消息。周慧茹给他的情报只写了毒品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但没有写具体的交易细节。老高，景云辉发来消息了吗？高月面色凝重的摇摇头。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别到最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掉脸子。应该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不然小景早该向我通报消息。要不，老高，你给景云辉打个电话问问。不行，太危险了。如果云辉现在正被对方监控着，这个电话立刻就会让他的身份暴露。翌日，眼瞅着距离交易的时间越来越近，胡定安坐不住了。老高，打景云辉的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他打电话。高月坚定地摇摇头。我们没有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行动部署，这不是扯淡吗？高月突然想到了什么，腾的一下站起身向外走去。此时，景云辉正在金星的住处与爪子三人打扑克。恰在这时，景云辉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没等他看清楚来电，手机被人拿走。云辉，谁的电话啊？不到啊。金星乐呵呵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接通电话。他没有吱声，默默地听着手机话筒。喂，小哥，我是小丽啊，你都好几天没过来了，今天有空吗？三哥，找我的。金星没好气地把手机扔给景云辉。小丽，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想你了呗，你都好几天没来看我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听着景云辉和电话那头的小姐对话，金星和爪子几人都是忍俊不禁，笑个调啊。说着话，他拿着手机向外走去，显然不想让他们再听下去。你谁？方便说话吗？说，快一点，我没多少时间。小景是我，高远，你那边什么情况？景云辉先是简单介绍完眼下的情况。这时候，金星从屋里走出来。小姐，刚刚你说了什么？卧底首次参与犯罪行动，被禁足在老大的狗窝。没想到一直等不到他消息的领导破例给他打电话。就在他俩说着情报，被大佬发现了。云辉，你俩刚才说什么呢？那姑娘说叫我过2天忙忘了去她做 SPA， 她给我全套免费。行了，云辉，准备，我们要出发了。景云辉果断挂断电话，迈步向金星走过去。电话另一头的办公室，高月如释重负。景云辉提供的消息太重要了，我现在来布置行动的具体方案。他话音未落，座机电话响起，接起一听是门卫打来的。国安局的人到了，六指集团的这桩案子已经涉及到国家机密，国安局当然要进入调查。还有半个钟头，我们在这里等会。三哥，能下车活动吗？别走远。景云辉拉开车门，爪子等人也都纷纷下了车，一个个在周围溜达。接近下午2点，道路上开过来一辆大货车，从驾驶室里跳出来2个人。谁是金星？我是
那人伸手入怀，取出半张钞票。金星没有迟疑，也拿出半张钞票。货我们已经送到了，要不要查看一下？黑瘦汉子转身走到大货车的后车厢，打开箱门，他抽出一根厚实的木板，然后向外一倒，一包包装着白色粉末的塑料袋掉落出来。金星将塑料袋撕开一点，放入自己口中。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够纯，极品。我们的任务完成，告辞。一路辛苦啊，兄弟！两名汉子没有再多做停留，转身步行离去。景云辉没有二话，坐到副驾驶座位。六爷，我已经接到货了，很顺利，一点事都没有。我现在正开车回市区呢。结束通话，金星兴奋地打了个响指。云辉，等我们把车子交给老表后，我们就出去好好吃一顿。老表是谁？老表是六爷的亲戚，一直都是老表负责把货送进仓库。另一边的六指也同样兴奋，他面带笑容，看向站在一旁的周慧茹。小玉，去把我最好的茶叶拿过来，7一壶。这时候，六指的微信电话突然又响了。是我。我道是谁？原来是铁子，找我什么事？你今天收的货已经被警方跟踪。什么？这不可能！你听我说，盘城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只要你的货一运进仓库，他们就会动手，把你今天收到的货，还有以前囤积的货一网打尽。听闻这话，六指的脑门上立刻蒙起一层汗珠子。还有，你的住处已经暴露，盘城警方已经在你的住处附近布防，你身边的老虎还有他的老婆都是警方卧底。他下意识地看向正在给他沏茶的周慧茹，脸色一下子变得阴云密布。那我该怎么办？往西走。谢了，轮子。对方没有再说话，直接挂断。六爷，喝茶。小玉，还是你沏的茶最合我口味啊。六爷过奖了。小玉，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恨什么人吗？寡妇的丈夫在黑老大被暗杀时被杀手做成了人质，可不久后，黑老大接到一个电话之后，确认了这一对夫妻竟然是警察的卧底。小玉，你知道六爷最恨的是那种人吗？周慧茹不知道六指为何突然这么问，她茫然不解地摇摇头。最可恨的是叛徒、奸细，这种人是可恨。六指仰面而笑，一记耳光狠狠甩在周慧茹的脸上。六爷，把他拿下，绑起来。他话音刚落，立刻窜过来2名大汉，把他摁倒在地。他一个反臂肘击，狠狠打在一名大汉的脑袋上，另一名大汉便掏出手枪顶住他的脑袋。六指脸色阴沉地走上前来，接过手下人的手枪。警察卧底是吧？我现在就让你去和那个死鬼警察见面。杀了我，你也逃不掉。六指怒极而笑，用手枪枪把在周慧茹的头上狠狠锤击2下，鲜血从周慧茹的头顶流淌下来。他拿起卫星电话，快速拨打出一串电话号码。六爷，老三，事情有变，你们已经被警察跟踪了，别再去停车场，找机会离开盘城。这怎么可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快。是六爷。金星挂断电话，他立刻猛打方向盘，向右转弯。三哥，我们不是去中山路和建国路的交叉口吗？这个方向不对啊。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不去了，我们被警察盯上了。这不可能吧？是六爷说的。金星脑门冒出汗珠子，他一个劲的脚踩油门，爪子等人的面包车还紧紧跟在大货车的后面。三哥，我们现在去哪？六爷让我们找机会离开盘城。然后呢？不知道，六爷没说。看来今天警方的行动已经被六指知晓。六指能知道这样的内幕，那自己卧底的身份，还有周慧茹卧底的身份，六指知不知道？他下意识地看向金星，此时的金星目光慌乱，对自己他倒是没有多飘来一个眼神，看来自己卧底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三哥，如果警方真盯上我们能跑出盘城吗？我怎么知道？三哥，不行的话，我们就和警察拼了。操他妈的，我就知道碰上毒品指定没有好事。三哥没事，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跑得出去。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手机放在右腿旁边，单手编辑短信。事情有变，金星要跑，左击，警察内部有奸细。他刚刚摁下发送键，金星突然扭头看过来。云辉干嘛呢？三哥，我得给爪子打个电话，提醒他随时准备战斗。金星目光一凝，没有再说话。爪子，我们被警察盯上了，你让兄弟们都做好准备，随时开干。面包车里的爪子也是大吃一惊，他急急放下手机。有警察，把家伙都给我拿出来。三哥，前面有路障。金星看得清楚，大惊失色，以大货车的速度压在路障钉上，车子都得翻。他急急脚踩刹车，车里的人下车，车里的人立刻举起双手下车。面包车的车门猛地拉开，有一人从车里率先跳出来。这人身材魁梧高大，双手端着一把 AK 自动步枪。我举你妈的手，都给我去死！3辆警车横在路中间，前面还铺着一条扎胎带。一伙持枪毒贩刚被逼停，下来就是 AK 扫射，一梭子还没打完就被狙击手干掉。三哥，大个四了。云辉，你怎么样？三哥，我没事。爪子，他们废了，跑不出来。三哥，我们快走。说着话，他拉着金星往路边的灌木丛跑去，就立刻引起警察和武警的注意。顿时间，一颗颗的子弹向他2人飞射过来。奔跑中的金星感觉左脚突的一软，扑通一声扑倒在地。住手！都不准开枪，要尽量抓活口。在高月的命令，警
警方这边的枪声弱了许多，大批的警察从掩体后面冲出来，直奔景云辉和金星所在的方向飞奔过去。警察来了，三哥，我们快走。云辉，我走不了，你先走，我在这里掩护你。说什么鬼话呢？景云辉拉住金星的胳膊，将金星硬生生扛在自己身上，然后他健步如飞地向不远处树林里跑去。站住！再跑我们开枪！立刻站住！景云辉不管不顾，扛着金星死命地往前飞奔，后面枪声阵阵，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景云辉感觉自己的肺子都快累炸了，他把背上的金星放下。此时景云辉才注意到金星的后肩和后腰又各多出一个血洞。三哥，年轻真好啊！明明你身上有伤，还能背着我跑这么远。三哥，我们走。我走不了，没用的。他手掌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拨打电话。六爷，我是老三。老三，你跑出来了，就差一点，身上挨了3枪。六爷，我们怕是见不着面了。你放心，我不会落到警察的手里。六爷替我照顾好我的家人，还有云辉也跟着我跑出来了，你替我多照顾这个小兄弟。老三，安心走，你交代的事我会帮你做。谢谢六爷。云辉，你快走，以后跟着六爷，你自己多尝点心。景云辉看着奄奄一息的金星，他并不讨厌金星。三哥，快走，我陪你走。妈的，老子再说一遍，赶快滚！你想和老子一块死，老子还不愿意和你死一起呢，滚呀！景云辉倒退2步，又深深看眼金星，再不迟疑，转身快步离去。看着景云辉渐渐消失在丛林中的背影，金星叹口气：兄弟，我能帮你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的路你得自己走。他将手枪上膛，等到后方出现警察身影的时候，他举枪便打。正在密林中狂奔的景云辉，很快便听到后面传来密集的枪声。他现在还不能结束卧底任务，他还要通过6指找到毒品仓库，得到那张磁盘。六爷，你还在听吗？我在。三哥不行了，没跑出来。三哥他让我先跑。我都知道了。六爷，云辉，你甩掉警察之后过来找我。六爷，我还是去工地吗？工地已经暴露了，来文化路36号。6指那边挂断了电话，景云辉眯了眯眼睛，再次加速往前跑。没过多久，他的手机响起。小姐，涉网高远，高知，金星已经畏罪自杀，你人呢？我在跑。你跑什么？去找6指，他让我去文化路36号。我立刻安排。高知，现在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6指也信任我，可警察一旦出现在文化路上，6指立刻就会怀疑到我的头上。你想怎么办？我去找他。太危险了，我们有查看6指逃脱的监控，小周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他现在正被6指挟持。我提醒过你，警方内部有奸细，好在那个奸细好像还不知道我的身份。高知，你千万要保密。放心吧，我现在去找6指，想办法把周警官救出来，还有那张磁盘，我也一定要找到。你赶快想办法给我撕开一个口子，你非要带人把我追死吗？行了，你放心大胆的跑吧。景云辉在高月的暗中相助下，总算是成功跑出了林子。当他来到文化路，一路看着门牌号，终于找到了36号。景云辉，跟着我走，不要靠太近。说完，那人转身走开，足足有走了20多分钟。那人在一家废品收购站的门口站定，一名40左右的中年汉子拿着手电筒在景云辉身上照了照。老表不用紧张，是自己人。景云辉心头一动，暗语，原来他就是老表6指最信任的心腹。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院子最里端的一处角落，那人率先走到一个集装箱的门前，有节奏的连敲2遍，箱门打开，里面站着2名汉子，手里都提着黑漆漆的手枪。小伙子扛着受伤的大哥，在山里跑了5里地，最后还是被警察给嘴上。大哥为了掩护他逃走，直接把枪口对嘴开了一枪。没想到小伙子刚回到老大的基地，就被卸下装备和手机。手机的开锁密码是什么？六爷，我不知道。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六爷，你拿的是三哥的手机，三哥的手机密码我真的不知道。我和老三是一个村子里出来的，他胆子小，刚开始混的时候他就知道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说到这里，他把手机揣进自己的口袋里，又拿起另一部手机。这部手机的密码是什么？4个0。6指解开锁，查看手机里的短信信息和通信记录。他拨出第一个电话号码，对方是一家洗浴中心，又拨打第2个电话号码，洗头房，第3个电话号码酒吧，一连打了几个电话。6指把手机扔在茶几上。老三死了，可你还活着，为什么？可能是我运气好吧。6指笑盈盈地看着他，在他咄咄逼人的注视下，景云辉低垂下头。是三哥拼死掩护我才侥幸逃出来的。你的命是老三给的，你得对得起老三的在天之灵。我懂，六爷。这次干掉了几个雷子？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太紧张，开完枪根本没时间去看对面人的死活。6指从自己的后腰拔出一把手枪，拍在茶几上，然后指了指周慧茹：“我给你次机会，去把他干掉。”是胡嫂？什么胡嫂？他和老虎都他妈是警察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这怎么可能？
很不可思议是吧？哼哼，我也感觉很不可思议。说起来，我还真该谢谢盛唐的小白帽，他无意中帮我解决了我身边的一个卧底。景云辉看着周慧茹，周慧茹目光下移，深深看一眼他的手中枪，示意他别犹豫，立刻开枪。他若不开枪，死的就是他们俩。云辉怕了没有？既然没怕，为什么不敢开枪？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我的人，我会带你去蒲甘，把你介绍给米登。等国内的风声过去了，我们再回来，换个城市，还是能混得风生水起。云辉，机会我已经给你了，你接还是不接？在六指说话的同时，赵姓汉子和方姓汉子一同向景云辉走过来，二人晃了晃手里的手枪。六指，你跑不掉的，你哪都去不了，你只会死在这里，为你曾经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六指眼中杀机顿现，他疼的一下站起身，手里也多出一把匕首。你信不信我可以一片片的割光你身上的肉？他话音未落，猛然间就听砰的砰枪响，景云辉开的枪，子弹从周慧茹的头侧掠过，紧接着他又连续扣2下扳机，子弹依旧没有打中周慧茹的脑袋。景云辉，你在搞什么？景云辉一枪把砸了下去，周慧茹感觉脑袋一沉，眼前发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云辉，我是让你杀掉他，没让你打晕他。我知道。突然间，景云辉身上的气质都变了，不再有唯唯诺诺，只有嗜血的暴力。给我！你要什么？我要那张磁盘。你到底是谁？景云辉直接2枪击中赵哥、方哥二人的脑袋，二人的身体直挺挺的摔倒在地。你到底是谁？警察？不对，你不是警察，你的年纪对不上，而且你用的是莫桑比克射击法，公安不会训练这种射击法的。你是盛唐的人？也不对，你要是盛唐的人，就不可能杀了小白帽。你到底是谁啊？何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你不是执意让我杀警察，我完全可以不用出手的。告诉我你是谁？景云辉。不对，你一定还有别的身份。那么让我们开始吧。景云辉从腰间拔出匕首，六指还没反应过来，景云辉已在他的胸肌上划开一条小口子。住手！你做什么？你不是要把那个警察千刀万剐吗？我先在你身上试试，没事，你一时半会也死不了，就是可能有点疼。我操你祖宗！景云辉点点头，又开始割六指胸口处的第2块皮肉，六指疼得恨不得立刻晕死过去，脑袋砰砰直撞地面。你到底想要什么？磁盘。磁盘里面有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你还要？那么你给还是不给呢？我把磁盘给你，你会放过我吗？六爷，你早这么说嘛，我也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磁盘在哪呢？六指颤巍巍的抬起手，指了指仓库最里端。景云辉架住六指的一只胳膊，不由分说往他膝盖打上一枪，更是疼得如钻心一般。刚才你不应该跑的，你不跑，我也就不会开枪，你也不用遭这份罪了。我去你妈的！景云辉架着六指走到仓库最里端，这里还有一扇小门，不过小铁门上有密码锁。密码？六指伸出手，正要去解锁，景云辉一巴掌摁住他胸口的伤口处，六指疼得撕心裂肺。我问你，密码591106。景云打开门，没有立刻走进去，而是把六指推在自己前面。这间密室差不多有20平米的样子，上面码着的全是一包包的白色粉末。他用钥匙打开保险柜的柜门，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那边有电脑，你可以去查看。行了，我相信你了，这张磁盘我就先拿走了。说着话，他转过身，六指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臂膀猛地用力向下一扯，被胶带贴住的手枪立刻落入到他的手中。景云辉顺势一刀，径直刺入六指的心口窝。你说过不杀我的？我不能让你把我卧底的身份泄露出去，活人不可信，只有死人才最安全。景云辉把磁盘揣进口袋里，走出密室。他先是来到周慧茹近前，低头查看一番，随即走到茶几那边，拿回自己的手机拨打电话。高志，我现在在文化街的一座废品收货站，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做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六指知道了我的卧底身份，想要杀我，不过被我反杀了。另外还有六指的3名手下也都死了。门卫室有个哑巴，他是六指的心腹，周警官也在这，应该没有大碍。这里是六指的毒品仓库，我看密室里的毒品数量不少，估计得有个几百公斤。六指的钱也都藏在这里，你最好带2台点钞机过来。景云辉一口气说完，电话那头的高月久久没有说出话来。他说的这些信息太过震撼，高月一时间都反应不过来。高志，你在听吗？好的，我马上就到。等了半个小时，景云辉的手机响起。小姐，你人在哪呢？我们已经到废品收购站，逮捕了你说的那个哑巴，可是没看到你人了。卧底一人单枪匹马捣毁一个贩毒窝点，可当上级来收尾时，却找不到卧底在哪。景云辉这才想起来自己在密室。高志，看到院子最里面的集装箱了吗？我在里面等你，最好你一个人先进来，至于其他人，等等再进。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卧底。高月一听景云辉的话，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随他一同进来的还有3个人，其中的盘城市局长关月平，另外的2人他都面生。小姐，这位是国安局的局长赵长兴赵局，这位是市局缉毒支队支队长胡定南胡之。听闻这2人的身份，景云辉安心了不少。
赵局好，胡志好，六指在呢。关局，你们跟我来。景云辉领着他们一行人钻进仓库里，进来之后，众人都是颇感吃惊，没想到这个破破烂烂的废品回收站，竟然还暗藏着这么大的一座仓库，地上还躺着的4具尸体。是你一个人干的？他们逼我杀害周警官，我不这么做，他们就要把我俩都杀掉，没办法，我只能开枪还击。赵长青仔细查看尸体，他心头一动，莫桑比克式击法。六指他们没想到我会突然开枪，准备不足，被我瞎猫碰死耗子，全都打死了。小景，你这运气可太好了。云辉，小周呢？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在这边，景云辉把众人领进密室，周慧茹被他放在椅子上，他人还是处于昏迷中。小周怎么了？只是晕过去了，没有大碍。小姐，你说六指手里有一张涉及到国家机密的磁盘，你知道那张磁盘在哪吗？赵局，磁盘在我这，磁盘有密码，我不懂黑客技术，破解不开。放心，我们会破解开密码的。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听说你考上了滨城警察学院？是的，赵局。毕业后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国安局工作啊？景云辉眨了眨眼睛，还真有些心动。他正沉思琢磨着，关月平不满地低咳了一声。我说老赵，你这就不对了，抢人都抢到我头上了，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不同意。云辉是我们公安系统的人才，现在乃至以后都不会去你们国安系统。老关，大家同属于警察系统，还分什么国安、公安的？耶，你这话说得漂亮，老赵，要不你把你们局里的云海、小唐都借条给我呗。那怎么能行？云辉，我会向省厅汇报，给你请功。对了，你现在是警校生了吧？我已经被录取了，不过还没有开学，也不知道算不算警校生。既然被录取了，那就是警校生了。是警校生，这边就可以为你申请3等功，甚至2等功。至于1等功，那是不用想了，肯定没戏。俗话说得好，3等功站着领，2等功躺着领，1等功家属领。关局，我希望就算给我嘉奖，也不要大张旗鼓，只小范围颁发就行。云辉，你是担心警方内部的奸细出卖你？云辉，你是担心警方内部的奸细出卖你？六指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贩毒集团，如果让他们知道六指是被我杀死的，我担心他们会对我和我的家人展开报复。云辉，你认为这个内鬼会是哪个部门的？首先，这个人并不知道我是警方卧底，他不是一早就知道李警官和周警官的真实身份，而是近期他才知道的，更确切的说，是今天才知道的。关局，今天你们有没有向什么人提过李警官和周警官的卧底身份？高月张开嘴巴，正要说话，关月平摆手打断。好了，云辉，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们会做内部调查，尽快搞清楚。在高月的安排下，一直忙碌了3个多小时才算告一段落。景云辉直奔棚区而去，把自己的私人物品连同那本集邮册全部带走。刚回到医院，他拿起手机开机，便开始滴滴滴的响个不停。等关月平和高月走后，景云辉立刻给赵明生打去电话。是我，赵哥。哎呀，小景，你去哪了？你都失踪10几天了。这几天我一直在外地，有事情要处理。对了，赵哥，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手续办理的还顺利吗？顺利，就是有点太顺了。以前一直不肯给我们立项，还狮子大开口，索要20万的宪发改委书记罗怀志，也不知道突然吃错了什么药。想谈恋爱的兄弟，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去牵手啊，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帮你找的越准。找对象就用牵手，快去试试吧。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赵哥，你也太厉害了，才10几天的功夫，你就把手续都跑下来了。小景，你跟我说实话，这些天你是不是去跑关系了？不然的话，事情不会如此之顺利。景云辉嘿嘿嘿的淡笑不语。我就知道一定是你，景老板，打算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一起去把营业执照办下来。对了，赵哥，你打算购入多少只雪貂？200只吧。就200只？小景，一只雪貂最少也得1700、800，200只就是30多万。我们现在手里只有40万，建厂房、买石料，能买下200只已经是极限了。是啊，现在我们手里就只有这么点钱。小景，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原本我打算只买100只的，没想到手续办下来的这么顺利，把7788的公关费都剩下来了。和赵明生通完电话，景云辉又给王庆虎回了电话。老景，这些天忙啥呢？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发信息你也不回，咱根本不出了。啥事？有话说有屁放。没啥事，就问问你最近忙啥呢？办养貂场呢。你真要开养貂场啊？老景，你也带我一个呗。你能干啥？我有力气，我能出力。等回头再说，我现在在外地，过几天能回滨海。行，老景，我等你啊。结束通话，景云辉继续翻看未查阅的短信信息，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曾发来过2条信息。云辉，我是雪莹，这是我的手机号，你记一下。我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怎么不回话？看到信息回复一下。景云辉按照短信的电话号码回拨过去，等了有10多秒钟，电话接通。雪莹吗？我是云辉。咦，你今天终于把手机开机了。抱歉，雪莹，这几天我去外地了，手机没带在身边。出了什么事吗？没事，就是高考完了，出去散散心。你哪天有时间，我请你吃饭。过几天吧，等我回滨海了，给你打电话。
好，到时我们滨海见。高中生卧底10天，不仅打掉一个贩毒集团，还破获了一起跨国间谍案。他得到30万嘉奖后，他竟然要求的全程贴满他的通缉令。高志，你在盘城发几张我的通缉照呗？我无声无息的消失，你们那边还没有一点表示，不就说明我是你们的人吗？小景，那你以后来盘城可要小心了，你小子的心是真细真缜密啊，天生就是干我们这行的料。景云辉回到自己在滨海的出租屋，把屋子简单收拾一番。他给韩雪莹打去电话，与她相约在人民广场见面。你在看什么？你今天很漂亮，小弟弟，你还挺会哄女孩子开心的嘛。你才比我大几个月。云辉，假期有什么打算？回老家盖一座养殖场的大棚，打算和朋友合伙开一家养殖场。那你不上学了？照常上学，平时养殖场就交给我朋友打理。你不怕你周围朋友坑你吗？不会，我看人很准的。你还真自信。你什么时候回老家？我跟你一块去。啊，这我不用你的招待，假期我也没什么事，正好去你家那边玩玩。你先问问韩书记，如果韩书记同意，那我就没意见。为什么要问我爸？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可以决定。银辉，你就那么怕我爸吗？谈不上怕，但对长辈的尊重还是有的。直至在外面吃过晚饭，景云辉和韩雪莹的约会才告一段落。翌日早上，景云辉还没睡醒，便被韩雪莹的电话吵醒。姑娘，现在才几点？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支花了33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剧可舒服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我们今早不是要回乡下吗？我爸已经同意了。景云辉昨晚就接到了韩江的电话，他叮嘱景云辉到了镇上或乡里的时候，帮韩雪莹安排好住处。他还没心大到让闺女住进景云辉的家里。就算今早要回家，你这电话也太早了，现在才4点啊！4点不早了，起来后还得拾掇呢。我是男的。景云辉叹口气，放下电话又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被电话吵醒。小姐，又怎么了？老景，什么小姐？你跟谁说话呢？二驴子。不然呢？我说老景，你最近是不是又勾搭上哪个小姑娘了？滚犊子！有话说，有屁放。你今天回老家吧，我跟你一起。你跟我回去，要跟我回家做苦力？行不行？你痛快一句话。没有工钱，但吃饭管饱。就这么着了。你收拾，我们早上7点在长途客运站汇合。景云辉是提前20分钟到的客运站，刚走到客运站大门口，便看到等在这里的韩雪莹。云辉，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我们快进去吧。等等，我还有个朋友要过来。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哭着喊着要给我免费干活，人家都这么说了，我要是还不带上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没一句正经的，哪有人傻到要帮人免费干活的？你看，傻子来了。只见王庆虎背着个包，离老远就咧着大嘴向景云辉这边跑来。老景，啥时候的事？他见过的美女不少，但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我叫韩雪莹，是云辉的朋友。我叫二驴子，不是，我叫王庆虎，也是老景的朋友。说着话，他便要去握韩雪莹的小手，不过景云辉抢先一步，把他的手打开。行了，相互认识下得了，握手就免了吧。二虎哥，云辉之前处过几个女朋友啊？以前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上一个是胡婷，他们班的班花，后来背着他跟个傻逼偷偷摸摸的好上了，他还为了那个傻逼砸了我一酒瓶子。雪莹，你看看我后脑勺的知道吧？就是这小子给砸的。你还有过这样的壮举呢？年少轻狂，往事不堪回首。话说回来，谁还没年轻过呢？韩雪莹和王庆虎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转眼间，长途客气到了山水乡，景云辉几人下了车，在乡里，景云辉帮忙找了一家最大最正规的宾馆，让韩雪莹住下。老景，你注没注意，那2人好像一直跟着我们。他俩是雪莹的朋友，怎么一路上都没说话？可能是内向吧。办理完入住，放好行李，3人又乘坐3轮子去往马甸村。景妈对于景云辉带回来的2位朋友，对韩雪莹十分热情。景云辉和王庆虎则是和赵明生凑到一起，了解当前的工程进度。赵明生拿出好几张图纸，把进度情况一一说明。我看等到全部工程完工，费用要在10万左右，我们还要留下10万做备用金。我去大毛国买雪貂，只能带20万。赵哥，你带50万去大毛国？50万，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再说了，我把钱都带走了，这边怎么办？工程需要结款、购买设备，日常的食料、人工也都需要钱啊。放心吧，赵哥，我在外面又弄了30万啊！真的？赵明生呆呆地看着景云辉，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在他这里想弄到钱，简直比登天还难。下午，5辆拖拉机还有3辆3轮车来到工地，赵明生快步走过去。原来是宋经理，你怎么亲自来送货了？我不能不来啊！赵老板，实不相瞒，我们原本谈好的价格被我们老板知道了，老板他不同意啊，说按照这个价钱卖，我们是要赔钱的。那么
宋经理，你们要加价多少？落盘脸青年伸出一个手掌，他和宋经理商定的价格是1块砖1毛2，这个价格确实很便宜，低于市场价。如果涨价5分，1块砖1毛7，倒也不是不可接受。赵老板，你这不是埋汰人的吗？我的意思是1块砖5毛钱，你先前在我们这里已经买了3万块，现在又定了5万块，合计8万块，拢共是4万元，我没算错吧？1块砖5毛钱，你怎么不去抢啊？不行，这个价格绝对不行。我知道1块砖5毛钱是贵了点，但我们的砖质量好啊！你他妈一个南方人跑到我们北方建厂出点血怎么了？我告诉你，砖我已经都送过来了，你今天买的买，不买也得买。如果我就是不买呢？赵老板，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别怪兄弟们不客气了。我们能卖砖给你，让你把厂子盖起来，也能让你的厂子盖不起来，你信不信？他话音刚落，站在他身后的一众青年纷纷从拖拉机里抽出铁条。棍棒不怀好意地向赵明生围拢过来。与此同时，景云辉挡在赵明生面前，让我们的厂子盖不起来，好大的口气！如果我不信呢？干他！随着他一声令下，一名持棍青年箭步窜到景云辉面前，狠狠砸向他的脑袋。景云辉微微侧身，恰到好处地闪躲开呼啸而至的棍子。他随手抓起一块板砖，直接拍了过去，啪啪啪啪，也不知道砸了多少下。青年满头全是血。下一个谁来？或者你们一起上？南方人在北方开厂子，1毛2的砖头被经销商涨价到5毛，买主硬着头皮不买账，经销商直接带领10几名搬砖工人上门强行买卖。怒火中烧的景云辉直接就给他们开了瓢。下一个谁来？或者你们一起上？看到己方的一名同伴被景云辉打得满头满身全是血，半死不活，人们吓得连连后退。你们一起上，都给我一起上！工人中的一名混子大吼一声，高举着钢管冲向景云辉，两人只一个照面，他手里半截棍子的折断处便深深刺入对方的大腿。叫你妈呢！景云辉抡起半截棍子，对着对方的脑袋咚咚咚就是3记闷棍。别他妈一个一个上了，一起来！来来来，你们都过来！不管是工人，包括宋经理在内，人们吓得纷纷掉头就跑。景云辉将手中的棍子甩飞出去，不偏不倚，正中宋经理的后背。不等他爬起身，追上前来的景云辉一脚把他踩住。兄弟，误会，不，都是误会。他话没说完，景云辉一巴掌呼在他脸上，这几耳光打的那叫一个清脆。1块砖5毛是吧？不是。接二连三的巴掌声响起，宋经理被打得口鼻穿血，他一个字都不敢再说了。景云辉从拖拉机上又拿下1块砖，只一记手刀挥过去，板砖拦腰而断。这就是你要卖给我们的砖？不，赵哥，上一批砖也是这种质量？不是，上一批砖都是质量过关的，我检验过。第一批弄来好砖，引我们订购更多的砖，然后再拿这些破烂玩意糊弄我们，还他妈要1块砖5毛，配吗？不配，兄弟，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把好砖都运过来。打，就在这里给我打。是。吓破了胆的宋经理颤巍巍拨打电话，赵明生算是看明白了，恶人还需恶人磨。也就过了1个多钟头，一辆辆的大货车开进工地，景云辉亲自查验。兄弟，这回运来的砖没问题了吧？还行。那咱们是不是也把账结一下，还按照原来的价格1块砖1毛2？结账先不急，如果以后用的砖又发现问题，我还得从你们的账款里扣呢。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等到砖全部卸完，宋经理带人慌慌张张的离开工地后，他立刻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威哥，我们让人给打了，还让人给黑了。我被打得老惨了，差点死在这儿。然而景云辉那边看着运砖的货车走远，赵明生也长松一口气。小景，这次多亏有你在，不然事情就麻烦了。老赵，你们南方人就是性子太软，他们欺负人就跟他们干，怕个毛啊你！你回去休息吧，今晚我留在工地守夜。工地里不用留人吧？我看也没什么东西好偷的。没事，留个人守着，安全点嘛。你可不要认为宋经理吃了个闷亏，事情就算完了，我也得防着点。小景，我跟你一起守夜吧。我留下。这回景云辉倒是没反对。我也留下吧。你一个女孩留在工地里不方便，你回乡里。我不回乡里，太远了，不方便。那你去我家，和红姐住我屋里，陈哥可以住我大哥屋。在景云辉的安排下，他和王庆虎留在工地守夜，结果还真被景云辉料对了。当天晚上，一群小混混悄悄摸进工地，打算放火搞破坏，便被景云辉和王庆虎撞上，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恶斗。8个小混混，2分钟就被他们搞定了。景云辉逼问受伤的小混混，小混混交代出一个名字：魏武山。妈的，老子明天就上你家去。魏武山。第2天傍晚，景云辉来到魏武山的家，家里只有他的老婆和孩子。小伙子，你找谁？是嫂子吧？我找魏哥。老魏他不在家。那我在这里等魏哥回来。别在外面等了，进来坐吧。这是不是不太方便？没啥不方便的，进来。景云辉形象很好，高大英俊，说起话来斯斯文文，和魏武山手底下的那些满嘴脏话的大老粗完全不同。魏夫人对他很自然的便生出好感。你是老魏的朋友。这时候房门传来开锁声，30多岁体型敦实的汉子看到放在玄关的陌生鞋子，他不由得一怔，没想到家里竟然来了生人。老魏，你可回来了，你这个小兄弟都等你好半天了。
这个汉子正是魏武山。他凝视景云辉片刻，兄弟来，你来。景云辉乐呵呵地走过去，等景云辉走进阳台，魏武山状似亲昵地搭上景云辉的肩膀，实则他的五指死死扣住景云辉的肩胛骨。小子，你他妈谁啊？来我家想干什么？魏总，我是马场村的，就是买你家建材要盖养貂场的那个。嫂子正看咱俩呢，别把场面搞得太难看。魏总，我操你喵的！魏武山刚要破口大骂，景云辉突然捏住他脉门，猛然用力，顿时间，魏武山感觉自己的半边身体酸麻无力，身子也随之向下一。小伙子把面包塞进公文包，再露出一根火线，然后带着面包炸弹就奔向黑老大的家。魏总，我这次过来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可不是来和你结新仇的。你打伤我那么多兄弟，你认为这件事还能翻篇吗？不能也得能。景云辉拍了拍腋下夹着的皮包，魏武山看过去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我大把的钱都投入到马场村的养貂场，你不让我盖起来，就是不给我活路。呵呵，那关我屁事！你不给我活路，你觉得我还能让你活吗？景云辉不紧不慢的从里面慢悠悠的拽出一根长长的引线，魏武山不由得心头一震，他终于意识到对方的皮包里装的是炸弹。小子，你他妈疯了！我没家没业，光棍一个，上面还有个哥哥。可魏总你不一样，你有老婆有孩子，我一个换你们仨，我是不亏，你觉得呢？魏总，这事你看能翻篇不？翻你妈！魏武山向来嚣张惯了，景云辉毫不犹豫的点燃打火机，被点燃的火线快速燃烧，让魏武山的脑袋嗡了一声。掐灭他，赶快掐灭他！魏总，事情翻篇了，行不？行，行，听你的，我他妈都听你的，你赶快把引线掐灭。魏总会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吗？废话，是，我是。那好，我相信你这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的信任落空。魏总，也许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合作？等我的养貂场建好了，你可以做我的批发商，我产貂皮，你向外发货。散货有钱我们大家一起赚。姓景的，你刚刚炸我，还想和我合作？你当我是傻子吗？伟人有句话说得好，朋友要搞得多多的，敌人要搞得少少的，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对不？还有，我这次带来的只是个面包，可若是真把我逼急了，你就那么确定我下次不会真带个炸弹过来？哪怕只带来几个雷管，你这大房子也受不了吧？小兄弟，你说的没错，你这个朋友我交了，以后养貂场还请魏总能多多关照。兄弟，你这么说就见歪了，以后大家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魏武山的事，以后谁要是敢去你的养貂场找麻烦，你报我的名字，对方要是不服，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搞定。当晚景云辉住在长水县，翌日一早他便回到马场村，看到景云辉回来，韩雪莹、王庆虎、赵明生一同围上前来。云辉，昨晚你去哪了？去和魏武山谈了谈。你一个人去找他，你不怕挨揍啊？要去也带上我一起去啊。谈得还不错，魏武山说了，以后不会再派人过来找麻烦。众人都是一脸的难以置信，魏武山可是长水县有名的大混混，景云辉过去谈一谈，就让魏武山不再追究了，这怎么听都像是天方夜谭。祥景，你答应给对方补偿了？没有补偿。对了，祥景，有件事我要和你商量一下。赵哥，什么事？这2天我得去一趟大毛国，一是选貂种，二是办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赵哥，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放心吧，没问题的。赵哥，这张卡你带上，里面有30万，我全部的家当就交给你了。祥景，你就不怕我卷钱跑了？我相信赵哥也不是那样的人，我对自己看人的眼光有信心。赵明生心头一暖，没几天，赵明生便带着景云辉的全部家当离开了马场村。赵明生走后，王庆虎可没少唠叨景云辉。我说老景，你心可真大啊！你和老赵才认识几天，你就这么信得过他？60万，那可是60万啊！我操，你竟然都给他了？咋地？你想要我？笑啊！想屁吃吗你？听着他俩斗嘴，旁边的韩雪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雪莹，你说老景的心是不是太大了？我觉得赵哥人挺好的，把钱交到赵哥手里，他在外面绝对不会乱花。他也很好奇，如果赵明生真的卷钱跑路了，景云辉要如何应对？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工地的工程进度进展飞快，只是离开的赵明生一直都没有回来，却等来了韩雪莹的告别。云辉，过几天就开学了，你会回滨海吧？当然。等你回滨海了，会来理工大学找我吗？会的。那我等你。目送着韩雪莹上车离去，王庆虎忍不住好奇，老景，雪莹家到底是干啥的？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或许吧。又过了几天，是警校新生报到的日子。景云辉把工地的工程交给王庆虎，提前2天到滨海。景云辉在批发市场里逛了一会，便感觉不对劲。究竟是谁在跟踪我？魏武山，他的势力还没有延伸到滨海是吧？会是六指的人？可六指的手下几乎已被一网打尽，即便有漏网之鱼，也不会跑到滨海吧？景云辉难以做出判断，他乘坐扶梯从3楼下到2楼，刚到2楼，那种被人盯梢的感觉再次席卷而来。跟踪自己的不是一个人。高中生刚到大学报道，在商场购买必需品时，发现走到哪都有人盯着他。他刚站在路边，突然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他面前急停下来。景云辉心头一震，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新买的钢笔。小姐，快住手！高志，你怎么来了？小姐，上车。景云辉呆愣片刻，然后钻进面包车里。车内除了高月，还有人都是穿着便装。小姐，我来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厅刑侦总队的总队长杨总，这位是省厅刑侦总队的政委黄政委。景云辉心头一震，没想到刑侦总队的总队长和政委竟然都在这辆毫不起眼的面包车里。杨总好，黄政委好。
强劲，我叫杨志金，你的身手不错啊，你的反侦查能力更不错，竟然能甩开总队4名化妆侦查人的跟踪。以前你有学过反侦查？杨总，你相信直觉吗？其实我并未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但就是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很不舒服。具体要怎么形容，我也表达不清楚。小景，你这个天赋很厉害啊！像你这样的人，要么做个令犯罪分子头疼的刑警，要么做个令刑警头痛的犯罪分子。小景，你打算选择哪条路呢？我当然要做警察，而且我已经是警察了。你现在只是警校生，还不是警察。小高，接下来的事你来和小景说说吧。小景，5天前小周出事了。小周，周慧茹，周姐。景云辉对周慧茹的印象不深，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周慧茹的雷子很大。5天前晚上8点，小周在家中遇袭，小周还有他的父母全部在家中遇害，负责保护小周的2名同事也是1人牺牲，1人重伤。景云辉听完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根据我们分析，凶手应该是6指的残余势力，这起凶杀案就是他们针对小周的蓄意报复。高志，有现场照片吗？这暂时还不能给你看。出了这么大的案子，难怪会惊动省厅的刑侦总队了。景云辉终于明白杨志坚和黄烨这2位大佬为何会突然现身。所以小景，我们想到了你。首先，你以特勤的身份在6指手下做过事，对于6指那边的人员也相对了解。其次，你特勤的身份并没有暴露，6指那边的人对你应该还是信任的。所以说到这里，黄烨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景云辉现在还不是警察，让他这么个只有17、18岁大的少年去冒着生命危险帮警方做事，他着实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我们才选定了你，认为你是可以协助我们查找到凶手最合适的人选。景云辉低垂着头，上次他协助警方是有私心的，毕竟涉及到前世仇人小白帽，他不可能置之不理。而这一次的案子与他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杨总，这次我又是以什么身份去执行卧底任务？还是特勤？不，如果你答应，你的档案我会抽调到刑侦总队，刑侦总队将破格录用你，让你成为一名正式的警察，成为刑侦总队中的一员。听闻他的话，连高月面露金色，忍不住两眼放光。多少人挤破了脑袋都抢不到这样的机会。杨总，其实我即将开学了。学校的事你不用担心，总队可以出面帮你在学校那边请个长假。看来我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强劲，你要考虑清楚，一旦执行这个任务，你就不能中途退出，而且你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歹徒，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杨总，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愿意接受这次的任务，更愿意接受组织的考验。很好，你先回家准备一下，晚上我派车去接你。对了，杨总，我怀疑省厅内部有6指的内线。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档案乃至个人信息会作为绝密封存。景云辉再没什么好说的，拉开车门跳了出去。看着景云辉离去的背影，黄烨眉头紧锁。老杨不再考虑其他的人选了，他才18岁啊。正因为这样，他才最不容易引人怀疑。可他还只是个孩子，我相信以他的能力，可以圆满的完成任务。当天晚上，杨志坚和黄烨亲自来接景云辉，他们乘车去到位于青云山的一座小区。杨总，王政委，这里是。小姐，别紧张，这里是省厅设在滨海的安全屋。黄烨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沓照片，推到景云辉面前。景云辉低头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尸体照片。杨总，王政委，死者是周警官的父亲。看完照片有什么感觉？凶手的刀很快，没有给被害者任何挣扎的余地，一刀毙命。他绝不是第一次杀人，手法非常熟练。强劲，对凶手有什么判断？凶手是一个人，无论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都远超普通人。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杀人凶手要么是个杀人无数的顶级职业杀手，要么就是个身经百战的职业雇佣兵。杨志坚和黄烨相互对视一眼，这小子还真神啊，和他们做出的判断简直一模一样。如果你对上这名凶手，你认为你和他谁输谁赢？如果是使用同样的武器，或者同样是赤手空拳的话，我俩3击开吧。你3他7，还是你7他3？我的意思是最多3分钟，我能把他砍成7段。年轻人果然有冲劲，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我对自己有信心。强劲，你以前是不是练过？我家马场村附近以前有个老猎户，我跟他学过些拳脚。接下来的10几天，景云辉都住在这栋别墅里。杨志坚和黄烨轮番上阵，亲自教授景云辉侦查、反侦查、刑事技术乃至犯罪心理学等等。学完之后，景云辉带着杨志坚给的定位手机，再次回到全是他通缉令的盘城。刚到棚户区，就被黄毛路轻松发现了。哥，松哥，谁啊？好像是我哥。就在此时，景云辉突然转了一下身，黄毛急急扔下筷子，发了疯似的快步跑了出去。小伙子再次回到卧底时的城市，全程都是他的通缉令。然而刚到落脚点，就被小混混给认了出来。哥，这段时间你去哪了？你谁啊？滚！景云辉头也没回，走的速度更快。黄毛傻了，才分开几天啊，怎么就不认识我了？操，你他妈会不会说人话？是给你脸了？黄毛没有说话，而是不远不近的跟着景云辉的背后。景云辉身形一转，快速闪进胡同里。3人没明白啥意思，
黄毛倒是秒懂。你们在外面守着，看到有条子过来，马上发信号。明白，松哥。哥，我还以为你不认我了呢。我现在是通缉犯，刚才在大街上不认你，是为了你好，懂吗？老大死了，爪子他们都死了，就连六爷也死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大老爷们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哥，这段时间你去哪了？没和六爷的兄弟联系？别提了，六爷的兄弟抓的抓，跑的跑，剩下的人家也看不上我。现在好了，有你在，我就有了主心骨，以后我就跟着哥混。跟着我干嘛？想过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离我远点。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我现在是通缉犯，离我太近会再甩你。我不怕，做兄弟有今天，没来世，这一辈子我跟定你了。他二人正说着话，守在胡同口的一名精瘦青年急匆匆跑过来。咋了？你奶怀孕了吗？没看见我和我哥在说话吗？松哥，外面好像出事了，有雷子。没，不是雷子。没事，小兄弟，我们出去看看。他率先走到胡同口，只见小巷子的一头呼呼啦啦的走过来40-50号人，手里拎着棍棒。铁条，黄哥好像是黑皮强的人。黑皮强本名冯国强，是盘城南部有名的大混混。他霸占城南好几条街区，专干些收取保护费、收放高利贷、开设地下赌场等等见不得光的营生。除了没太接触毒品，其他的偏门他基本都有涉足。他们这是干啥？谁知道呢？看这架势，肯定没好事，不知道又和谁干起来了。这群人多势众的小混混直奔附近的一处工地而去。进入工地后，小混混们二话不说，见人就打，就东西就砸。景云辉和黄毛几人混在附近的人群里看热闹。是大成哥，绰号大成子，本名叫王新成，正是六指的手下之一。景云辉当然知道王新成是何许人也，真是运起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啊！给我打，往死里打，出了事算我的！他一声吆喝，那些大汉们如同下山的猛虎，抡起手中的棍棒，死命的往小混混身上招呼。就在这时，黄毛突然直奔王新成跑去。大成哥，我们来帮你。黄毛，你怎么在这儿？刚好路过，看到大成哥你跟人打起来了，我肯定的过来帮忙啊！他们正说着话，又有2名小混混举着钢管冲了过来。景云辉脚尖在地上猛地一戳，一团泥土飞出，正中那2名小混混的脸颊。不远处的王新成看得清楚，暗暗吸气，这小子好俊的身手啊！小伙子只是在地上猛地一戳，2团泥土飞出，正中那2名小混混的脸颊。趁此机会，他箭步窜上前去，化掌为刀，狠狠劈砍在2名小混混的脖子上。这小子好俊的身手啊！大成哥，你不会连辉哥都不认识吧？辉哥？哪个辉哥？王新成露出恍然大悟之色，他猛然想起景云辉是谁了。金星生前还和他显摆过，说是新招收一个能力超强的小弟。他不是失踪了吗？不是失踪，是被条子通缉，躲起来了。景云辉没有理会王新成，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管，径直冲向小混混最多的地方，如同虎入羊群一般。钢管抡起，周围的小混混们的接连被打翻在地。我操！哥几个都被愣着了，咱们也上。很快，黄毛4人也参与进来，双方的群斗又持续了10多分钟，最终以黑皮强手下混混们的逃走而告一段落。兄弟，刚才多谢了，没碰上就算了，碰上了帮一把，举手之劳，毕竟大家也算是同门。说完话，景云辉又要走，王新成一个横步挡住他的去路。兄弟别误会，我没恶意，你现在住在哪里？景云辉看向王新成的眼神顿时变了。王新成愣了一下，立刻明白景云辉为何会如此紧张。兄弟你也说了，大家都是同门，我不可能出卖你，把你的消息偷偷透露给警方。我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住处，有时候睡水泥管子里，有时候睡桥洞子里。我这个人不怕苦，有个地方就能睡。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吧，我给你安排个住处，绝对安全。兄弟也是个聪明人，我就不掖着藏着了，痛快一句话，以后你跟着我混怎么样？景云辉没有立刻接话，而是审视地盯着王新成。小子，大成哥都开口了，你可别不知道好歹。景云辉目光一转，看向说话的这名凶恶汉子，他张嘴刚要开口说话，王新成抬起手来制止住他。我和三金子是过命的交情，你是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现在三金子不在了，你又遭了难，于情于理我都该拉你一把，我也不养没用之人。既然我帮了你，你也得帮我作为回报。你要我帮你什么？其实也没啥，也就是在我这边帮我看看场子，必要的时候出去打打架。就这些？就这些，兄弟你答应了。我别的不太会，干家最在行。哈哈哈，兄弟痛快，走上车。大成哥，我也想跟着你混。说话时他还连连向景云辉使眼色，示意他帮自己说几句话。景云辉却装作没看见，他打心眼里不希望黄毛投靠王新成，这就是个坑。行吧，一块上车。谢谢大成哥，谢谢大成哥。王新成把景云辉和黄毛带上车。王新成先是带着景云辉、黄毛和胡伟去了城南的一家豪华洗浴中心，好好吃一顿饭。大成哥，你和黑皮强有仇吗？
哼，黑皮强那个狗东西，有机会我一定废了他。今天打架的那处工地原本就是我罩着的，黑皮强非说是那里是他的地盘，想要过去我不给，他他妈的就派人来抢。既然是这样，那就找个机会做了他。你那么能耐，你去做了他呗。这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黑皮强要是那么好对付的，我们不早动手了，还用你教？这只能说明你们没能耐。胡伟勃然大怒，疼的一下站起身，还能不能好好吃顿饭了？吵什么？看老大发怒，胡伟不敢再造次，站起的身形又慢慢坐了回去。别小看黑皮强，他在南城这边混迹10好几年，手底下的兄弟比我们还多，想对付黑皮强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过云辉，你有心了，来，大成哥敬你一杯。景云辉没有二话，与王星城一饮而尽。吃完饭，王星城又把景云辉带到一家夜店。云辉，这家迪厅怎么样？很好，大成哥，这是你开的？这里是我的地盘，在这里玩尽管放心，没人敢把你的消息传出去。没过多久，进来一群浓妆艳抹的小姐，景云辉也分到个姑娘，也就16、17岁大，对于年纪太小的姑娘，着实是提不起兴趣。咋的了？云辉对身边的小妹儿不满意，想起三哥了。王星城愣了一下，眼神也暗了几分。当时三哥中了枪，知道自己走不了，我要背他走，他不同意，他让我自己走，他留下断后。听着景云辉的话，在场众人都沉默了。老三是个人物，这杯酒我们敬3金子。我现在都想不明白，我们在运货的时候为什么会被警察盯上？那么多的警察，为什么能提前做好埋伏，把我们团团包围？因为我们内部出了奸细，更确切的说，是我们内部有条子的卧底。这怎么可能？谁是警察卧底？爪子、大眼还是大哥？不可能是他们，他们都被警察打死了。我听说是胡嫂，胡嫂是警察？什么狗屁胡嫂？虎哥、胡嫂都他妈是警察，所以是他出卖的三哥，三哥是被他害死的。别激动，老三的仇已经有人报了，胡嫂他死了，全家都死光了。景云辉诧异的看着王星城，眼睛一眨不眨。大成哥，是你做的？云辉，跟你说实话，我还真没那个胆量去杀警察，还杀警察的全家。那是谁做的？这是不讨论了，以后也不要再说这些有的没的，省得引火烧身。如果是蒲甘过来的人，他应该来找大成哥才对啊！可别来找我，我还想再多活几年呢。他话音未落，突然包厢外面一阵大乱。大成哥，我出去看看，外面怎么回事？他起身向外走去，刚拉开包厢的门，一把片刀几乎是贴着他的鼻尖劈下。胡伟踉踉跄跄的又连退数步。王星城在这里。随着蒙面刀手的招呼，又有数名蒙面刀手冲杀过来。景云辉随手从茶几上抓起个酒瓶子，对准一名刀手的脑袋猛砸过去。4名蒙面刀手突然冲进包厢，挥刀对着景云就砍。没想到高中生抓起酒瓶，仅用一招小李飞瓶，4个人正中脑门，瞬间晕倒。黄毛去堵门，大成哥，你没事吧？云辉，我没事。话音未落，就听黄毛啊的尖叫一声，景云辉拉着王星城冲出包厢，外面的走廊里还有10数名刀手。景云辉一脚踹开另一个包厢门，拉着王星城便跑了进去。开门，操你喵的开门！黑皮强，只要老子今晚不死，老子一定弄死你！外面的砸门声并没有持续太久，走廊里又传来轰隆隆凌乱的脚步声。景云辉把房门稍微拉开一点，向外看去，那些蒙面刀手已和一大群汉子厮杀到了一起。是自己人，云辉，咱们的援兵到了。随着王星城大批的手下赶到现场，也就预示着这场针对王星城的袭击行动彻底失败。老苗子被王星城的手下带进舞厅的地下酒窖里，在我的地头上来杀我，你们的胆子可真大啊！王星城，这次你躲过了，下次你肯定躲不过，你他妈就是早晚的事。王星城怒极，抓起一把匕首，冲到老苗子近前，对着他的胸口和小腹一口气连捅10数刀。老胡伤得怎么样？腿上被捅了一刀，没事。大成哥，咱们现在就带兄弟们去找黑皮强算账。老胡，你认为黑皮强会不防备我们的报复吗？我们现在过去找他，就是去找死，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不用急于这一时。老胡，你带受伤的兄弟去医院处理下伤口。王新成又回头看向后面的景云辉，走上前由衷感激。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解渴，6瓶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云辉，谢了，你以前是不是练过？学过几年的庄稼把式。我说的嘛，走，我带你去住的地方看看。王星城为景云辉提供的住处距离迪厅不远。云辉，这里怎么样？不满意的话，咱们再换。挺不错的，大成哥，租金多少？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瞧不起谁呢？咱们兄弟还提什么租金？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给我住着。这5万块你先拿去花，不够了再问我要。大成哥，这太多了，我用不了。咱们男人可不能没钱傍身，拿着你放心，和我大橙子做兄弟，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就不会让自己的兄弟饿着。行，大成哥，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大成哥，你在市局或者省厅那边有没有关系？咋了？大成哥，能不能帮我找找关系，把我身上的通缉令消掉？身上背着通缉令太不方便了。兄弟，你大成哥哪有那样的能耐？要想消掉通缉令，起码得在省厅有关系，而且还得是杠杠硬的关系，那可是省厅啊。咱们盘城这边有谁能高攀得上？景云辉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王星城看着失落的景云辉，他也没办法。云辉，今天你也累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明早我再过来。等王星城离开，黄毛一下子放松了下来，他把房子又重新逛了一遍。哥
哥，这房子真不错，你好好表现，没准以后大成哥就把这房子送给咱俩了。滚蛋，要送也是送我，和你有毛线关系？哥，咱俩早就不分我了嘛。景云辉没再理他，回到自己的大屋，他掏出手机给杨志坚打去电话。杨师傅，我现在混进了王新成的手底下。王新成，他也是六指的手下，不过他没接触过毒品，在六指集团里，他算不上是核心成员。有没有发现？我试探过他，他和省厅里的那个奸细应该没联系。另外，以王新成的胆量，还有他的实力，应该与周警官的遇害案无关。杨志坚听后拿出笔记本，在一连串的名字当中把王新成的名字划掉。我不知道王新成和六指的其他残余还有没有联系，我打算在他手底下待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查到线索。云辉，注意安全，我和老黄商量了一下，你一个人终究是人单势孤，我们打算再给你派个帮手。现在还不行，我刚刚投靠王新成，就拉一个陌生人入伙，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呵，云辉，这件事上我们尊重你的意见，务必注意自己的安全。明白。景云辉在房子里住了2天，等到第3天晚上，王新成突然给景云辉打来电话，让他去舞厅一趟，还特意提醒他不要把黄毛带过去。大成哥，找我什么事？云辉，等会你跟我走一趟，去见一个人。谁啊？朱标。听闻朱标这个名字，景云辉眼眸顿时一闪。朱标可是六指的心腹，六指出事后，朱标第一时间就跑路了，警察也未能抓到他。大成哥，朱标不是跑路了吗？他又回潘城了。鬼知道，刚才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和他见面。云辉，等会见到朱标，你给我打起精神，小心注意着点。他又向一旁的手下递个眼色，那名汉子立刻从后腰抽出一把手枪，递给景云辉。这么好看的视频，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要想看个过瘾，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大成哥，不至于吧？彪子就是个疯子，以前六爷在的时候还能压得住他，现在六爷不在了，他指不定能干出什么事呢。这次约我见面，也不知道他暗的是什么心。王新成带着景云辉还有另外5名兄弟，分成2辆汽车，来到盘城海边的一座小码头。刚进入市场，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2个人。谁呀？大成哥，自己人。随着2人的走近，王新成也终于看清楚了2人的模样。江北、宋峰都是朱标的心腹小弟。原来是你俩小子，彪子他人呢？彪哥在里面带路。突然这时，江北伸手把王新成拦住。江北，你他妈几个意思啊？大成哥，麻烦你把手机交一下。如果我们不交呢？小兄弟说话挺冲啊，小心祸从口出。大成哥，这兄弟谁啊？以前没见你带过。我这个兄弟叫景云辉。景云辉听着有点耳熟，原先是老三手底下的兄弟啊，我想起来了，跑路被通缉的那个嘛。彪哥不也和我一样跑路了吗？言下之意，你他妈也别瞧不起我，大家都一样。宋峰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你再说一遍。彪哥他没跑路吗？景云辉跨前2步，走到宋峰近前，2人鼻尖和鼻尖都快碰到一起。宋峰猛地一挥手，景云辉左手向前一弹，一把捏住宋峰的脖子。我操，想死你直升！江北见状，正要上前相助，王新成的5个手下齐刷刷掏出手枪，枪口一直对准江北。江北、宋峰，你2个逼养的是觉得我好欺负，还是我的兄弟好欺负？我来，是他妈给彪子面子。云辉放开他，我们走了。王新成转身迈步便要离去，这时候市场里面突然传来哈哈哈的大笑声。大成子，哎呀，兄弟，我可算见到你了，这么长时间咱哥俩没见到面，你都快想死我。2名同组织的黑老带相约码头，2名不长眼的小弟却要搜大哥的身。彪子，你的兄弟要搜我们手机，你是信不过我啊，还是信不过我手底下的这群兄弟啊？误会，大成子，下面的小兄弟不懂事，你跟他们计较个啥？来，咱们到里面说话。朱标带着王新成往市场里面走，其他人跟在后面。景云辉发现朱标的众多小弟里有一个人穿着帽衫，感受到了他的注视。那一刻，景云辉浑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刘哥，那个人你认识吗？刘子聪顺着景云辉的视线看过去，缓缓摇头。大成子，坐。彪子，你这是请我吃火锅啊？如果不是我现在不方便露脸，我肯定请你去盘城最好的饭店。现在没办法，将就吧。我听说前2天黑皮强找你的麻烦，在你的厂子里又他妈的对你下手。以前六爷活着的时候，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现在六爷不在，我操他妈的，他拿我当软柿子捏呢。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暂时还没想好。黑皮强又不是傻逼，他敢来偷袭我，难道还不防着我去报复他？我可以帮你。王新成目光如炬，直勾勾的看着朱标，以朱标无利不起早的性子，又凭什么白帮他？彪子，为啥？我要黑皮强的地盘。其实咱俩干掉黑皮强，他的地盘我也可以全部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可以在黑皮强的地盘里散货。王新成闻言，脸色顿时一变。彪子，你手里还有货？六爷出事之后，我就离开了盘城。你知道我这段时间去哪了吗？去哪了？我去蒲竿头奔米登了。米登还
还把我介绍给了白将军，以后我可以直接从蒲甘那边调货。王星城一脸震惊地看着朱彪，这么说来，朱彪现在是取代了六爷。彪子，你这么搞能行吗？六爷刚倒，这股风还都没完全刮过去呢，你现在就急不可耐地取代六爷，成为新货头，就不怕被警方盯上？大橙子，你这几个兄弟靠得住不？放心吧，绝对可靠。六爷在省厅那边有人，这个我知道。这个人，米登已经让他和我联系上了，他也愿意与我合作，现在他就是我的人。这大橙子，我还可以向你透露，那个人的代号叫铁子。站在一旁的景云辉表面上云淡风轻，但心里已然是波涛汹涌。原来那个省厅里的奸细代号叫铁子。彪子，这么说来，六爷留下的生意你真的要全盘接手？如果说六爷的仇是我报的，那么大橙子，你说我还够不够格？王星城再次瞪大眼睛，景云辉也是眼眸一闪，下意识地看向朱彪。与此同时，站在朱彪身后不远处的帽衫男抬起头来看向景云辉：“你报了六爷的仇，什么意思？”出卖六爷的那个警察被我做掉了，我不仅杀了他，还杀了他全家。你有这本事啊？确切的说，是我的这位小兄弟做的，就他一个人。景云辉心头一阵暗语，再次看向帽衫男，原来杀害周警官一家的凶手竟然是他。彪子，这位兄弟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没见过就对了，他本是米登的得力干将，是米登特意借给我当我做事的。他10岁就做了娃娃兵，一直在若开军服役。难怪这个人能杀害周警官一家，连带着2名负责保护的警察一死一重伤，原来是从若开军里出来的，这就可以理解了。彪子，你希望我怎么做？很简单，你亲自带人去找黑皮强算账，然后你只需故作不敌，带着兄弟们逃走就好。只要你把黑皮强身边的人吸引走，接下来的事由我来搞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兄弟你做不做？彪子，什么时候动手？哈哈，不愧是我朱彪的兄弟，咱们不急，先吃饭，咱哥俩再慢慢聊，喝酒。若开军是蒲甘国内的一支地方武装，经常与政府军作战，还时常袭击平民。这个若开军出身的三敏，为什么来我们华国？又为什么要杀害周慧茹一家？是为六指报仇。六指出事后，他的手下朱彪便逃到了蒲甘，近期他又回到盘城。蒲甘毒枭米登想把朱彪扶植成第2个六指，便把三敏借给了他。三敏之所以杀害周警官一家，也是受到朱彪的指使。杨志坚听完，终于把一切都弄明白了。云辉，你知道朱彪现在的藏身之地吗？我还不清楚，王新成也不知道。不过王新成和朱彪已经约定好，3天后他俩会联手袭击黑皮强，也就是冯国强。他把王新成和朱彪商议好的计划如实告知杨志坚。杨志坚对景云辉提供的这些消息非常满意。师傅，不能提前布局，省厅里有人与六指串通，此人的名字朱彪没说，但说了这人的代号叫铁子。云辉，这个人是姓铁，还是名字中带有铁字？不好说，也许就只是个单纯的代号。这个人当初应该是被米登收买的。云辉，王厅曾经对省厅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做了秘密调查，并未发现有谁的资产发生异动。师傅，调查国内资产是没用的，米登要想收买一个人，完全可以在境外开户，不可能留下任何的破绽。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这个恰恰好是花生，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香香脆脆，太适合看剧了。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试，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9。趁过年回家前，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这时候景云辉听到钥匙开门声，师傅，王毛回来了，我先不说了。哥，你回来了，今晚大成哥找你干嘛去了？不该问的别问。翌日傍晚，景云辉便接到王新成的电话，让他一个人去一趟舞厅。云辉来了，你把手机交一下。大成哥，今晚什么情况？云辉，我们今晚动手。今晚不是说后天晚上吗？今天彪子给我打了电话，说今晚就动手，省得夜长梦多。大成哥，办事就办事，怎么还收手机呀？是彪子的主意，怕提前走漏了消息。大成哥，我去趟厕所。快去快回。景云辉出了办公室，他快步走进舞厅，他看似随意的从一名客人身边走过，手中已然多出一部手机。他快步走进洗手间，挨个隔间看了一遍，确认没有人。师傅是我，您别说话，我没时间。朱彪和王新成的计划有变，动手的时间提前到今晚12点。他话没说完，便听到洗手间的开门声。景云辉立刻挂断电话，电话另一边的杨志坚，现在他可犯难了。杨志坚和厅长王东斌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向相邻的内原省借用警力，便可以完美避开省厅里的那个内奸。他刚回到办公室，便看到王新成站起身。云辉回来的正好，我们该走了。大成哥，不是12点吗？彪子那小子又改主意了，让我们10点动手。景云辉看看手表，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冯国强的家位于盘城的西郊，到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10点。王新成对车内的众人一声令下，人们鱼贯跳出面包车。我们的目标就是黑皮强的别墅，能打进去自然最好，打不进去也不用勉强，立刻跟着我撤离，都听明白了吗？王新成带头向冯国强的别墅跑去，景云辉等人紧随其后，他们快步涌入院子里。只是他们才刚进来，顿时间整个院子被照得亮如白昼。好兄弟叫他去夜袭死对头，没想到
到刚到别墅1楼，就被一群刀客团团围住。大橙子，这他妈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上次老子没搞死你，今天你他妈主动送上门来了。王星城此时已然意识到自己中计了，撤！大家跟我冲出去！他带头向外冲，可是此时他们再想出去，又谈何容易？院门早已被外面的人群堵死。云辉，你拽我干什么？大成哥，咱们出不去了，我们得跳墙跑。景云辉抓住王星城的胳膊，拉着他向院墙那边飞奔过去。大成哥，你先走，我挡住他们。王星城还想拉其他的兄弟一起走，可是放眼看去，好多人已经倒在血泊当中。2楼阳台上的冯国强眼瞅着王星城跳墙逃走，他气得直跺脚。你们都是死人吗？没看到王星城跑了吗？快去追！今天必须把王星城给我拿下。强子，你手下的兄弟也太拉胯了吧！今晚这种情况，如果还能让大橙子逃走，以后你在盘城也别混了。彪子，你放心，今晚我肯定搞死王星城，他跑不了。希望如此吧。大橙子不死，你我都发不了财。追，都给我去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王星城跑了。景云辉他拉着王星城直奔面包车跑去，可是还没到面包车近前，只见面包车的四周站着10几号人，全都是冯国强的手下。黑皮强，我操你祖宗！景云辉和王星城回头望去，2辆摩托车正向他2人飞速行驶过来。景云辉快速扬起匕首，一记飞刀射向对方，那人惨叫一声，连人带车一并翻倒。景云辉没有丝毫的停顿，拉起王星城，快步跑到倒地的摩托车前。大成哥，上车！他2人骑着摩托在前跑，数辆汽车在后面穷追不舍。景云辉一个没注意，摩托车便撞上一块凸起的石头，景云辉和王星城也摔出一溜滚。大成哥，没事吧？这样不行，我俩得分开跑。云辉，你有什么主意？我俩一个人骑着摩托继续跑，一个可以躲在那个坑里。我骑摩托，你躲在坑里。景云辉心里哼笑一声，与金星相比，王星城可是差远了。王星城着急忙慌地扶起摩托，头也没回，加速向前狂奔。路过景云辉躲藏的这个大坑时，7、8辆汽车直接掠过。景云辉并没有趁眼下无人的机会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这人穿着帽衫遮住脑袋，双手插在口袋里。把这些人统统处理掉。兄弟，这是降客的意思。是。那几人不再迟疑，纷纷拿起刀子向几名伤者走过去。帽衫青年双手猛地抬起，向前一探，就听噗噗2声，2把军刀精准插入2名大汉的脖颈。彪子，咱俩的约定还有效吧？什么约定？干掉王星城后，他的地盘归我，你可以在我的地盘上随便散货，收益比我55分成。朱彪听后仰面哈哈大笑起来。彪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话音刚落，书房的门被人推开，帽衫青年从外面走进来。3名都解决了，解决了，什么都解决了。你的手下你自己去看。冯国强站起身，快步走到阳台，向下一看，他不由得脸色大变。我的兄弟怎么都死了？我干的！我操你妈的！你敢杀我兄弟？冯国强刚拿出一把手枪，倚靠墙壁而站的3米猛地向他扑了过去。他的速度太快，冯国强都没看清楚，就感觉自己的手背传来钻心的剧痛。他还想去抓地上的手枪，3米又是一刀刺下。彪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冯国强就凭你，还想和我平分收益？你也配？朱彪，你他妈的坑我！坑你！你和王新成都是我的绊脚石，与其以后给我添麻烦，不如你们现在就去死。朱彪，我死了你也好不了，我的兄弟不会放过你，警察也不会放过你。谁知道是我杀的你？今晚袭击你的人可是王新成，你死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人们只会认定你是死在王新成的手里。朱彪，我操你祖宗18代，你他妈的不得好死！骂吧，使劲骂，等会我看你还能不能骂得出来。看好他，先别让他死，一会有好戏看。说完，他迈步走出书所。被刑讯逼供的都知道，一刀扎在大腿上，然后扭动一下，会让你笑到怀疑人生。我说，你住手，你快住手！说吧，我又没拦着你，不让你说话。其实我并不知道铁子是谁。景云辉闻言，拿起爪刀，又准备往朱彪的身上捅。我说的是真的，都是真的。我没见过铁子，米登也不可能让我俩见面。我只知道铁子的爱人姓马，在华国境外有账户。米登每个月都会往账户里赚一笔钱。他叫马什么？我不知道。你连铁子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不知道。每次铁子联系我用的都是不同的电话号码，而且用了变声器，完全判
判断不出来。朱标说了半天，有效信息只有一点：铁子的爱人姓马。这时候，别墅外面传来闹哄哄的嘈杂声，只见冯国强的手下正从别墅外走回来，景云辉当机立断，直接割断了朱标的喉咙。你杀了黑皮强，现在黑皮强的手下回来了，就算我现在不杀你，他们也不会放过你，而且他们杀你的手段只会更残忍。说完话，景云辉再不停留，快步走出书房。他顺带手把办公桌上的手机拿走，他轻松翻过院墙，迅速离开别墅。景云辉正快步走着，口袋里发出滴滴滴的声响，正是他拿走的冯国强手机。冯国强，你在搞什么？怎么才接电话？市局的人正往你的别墅赶过去，你赶快把你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干净。喂，冯国强，有没有听到我说话？那就好。景云辉没有再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他随即给杨志坚打去电话。杨师傅，是我。云辉，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朱标死了，冯国强死了，还有动手杀害周警官的3名也死了。杨志坚闻言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今晚竟然会死这么多人。云辉，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详细讲讲。杨师傅，今晚的事我们回头再说，当务之急你先揪出盘城市局里的奸细，他刚刚给冯国强的手机打了电话。我马上调查这个电话号码。挂断电话，景云辉向市区的方向急行。过了有半个多钟头，景云辉的手机响起。云辉，电话号码的主人名叫何兆明，确实是盘城市局的人，现在他已经被控制起来。那就好。今晚到底什么情况？景云辉找到一处僻静的角落，压低声音，把今晚的情况向杨志坚讲述一遍。他唯一隐去没讲的是他亲手杀掉朱标的事，他杀3名那绝对没问题。杨师傅3名交代，他也不知道铁子的真实姓名和在省厅的具体身份，他只提供了一条信息。是什么？铁子的老婆姓马，蒲甘的米当给铁子的老婆开了个境外账户，他每个月都会往这个账户里转入一笔钱。原来是这样，云辉啊，你提供的这条线索可太重要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不难查出这个铁子他到底是谁了。师傅，我也是这么想的。马姓虽然不是罕见的姓氏，但也不至于很多。掌握这条线索，已经是大大缩小了核查范围，找出铁子也只是时间问题。云辉，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现在可以归队了。师傅，我想求你件事。什么事？黄毛。就是陆青松，他虽然和我一起投靠了王新成，但对王新成的事并没有参与太深。这次清扫王新成黑恶势力，可不可以放过他？这就是我不愿意派你们年轻人做化妆侦查员的原因，入戏太深，抽身不出来。云辉，你要记住，你是警察，不是小混混，不能和那些小混混们称兄道弟，投入真感情。王新成在舞厅里遇袭的时候，陆青松也有在场，他也动手了吧？可他没有。就算他没有杀人伤人，单他看到王新成杀人却知情不报这一点，就足以定他的罪了。景云辉无话可说。王新成杀死老苗子的时候，陆青松确实在场。云辉，下不为例。师傅，你答应了。你能成功潜伏到王新成身边，陆青松多少也有些功劳。这次的事可以暂不追究他的责任，但下不为例。谢谢师傅。景云辉和杨志坚通完电话，便往自己的住处走去。他心里做好打算，带上陆青松离开盘城，回到滨海养貂场，还缺人手。刚打开房门，他便被满屋子的人吓了一跳。云辉，你也逃出来了。景云辉举目看去，只见从沙发上站起身，他上身赤膊，能看到好几处擦伤。王新成7、8个小弟。大成哥，你怎么样？受伤了？小意思，就是摔了2跤，擦破点皮。这次我能活着逃出来，还多亏了大成哥呢。如果不是大成哥把追兵都吸引走，我怕是也得折在黑皮强的手里。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这些了。这次我是被黑皮强和彪子给坑了，这2个婊子养的狗杂碎，暗中联手害我折了那么多兄弟，这笔账我一定要找他们清算。大成哥，只要你一句话，兄弟们都跟着你干。他琢磨了一会，拿起手机，怀中的口袋里掏出电话簿，一页一页的翻找，好半晌，他才找到他想要的那个电话号码。大成哥，你打给谁啊？米登。大成哥，你也认识米登？以前米登来过盘城，我陪着六爷和米登一起吃过饭，也算是认识吧。我得问问米登，朱标想要干掉我，这是不是他的意思？王新成把电话拨打出去，足足等了30多秒，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妈的老东西，不接我电话！云辉，今晚我先住你儿，这里还算安全，咱哥俩挤一挤。景云辉没有反对，他原本都打算带上黄毛离开盘城了，可现在他想走也走不了。老胡，你带着兄弟们去舞厅，随时待命。是，大成哥。胡伟以及其他众人齐齐应了一声。临走之前，胡伟还特意叮嘱景云辉和黄毛，让他俩照顾好王新成。他也就睡了2、3个小时。云辉，醒醒！云辉，快醒醒！咋了，大成哥？黑大哥突然叫醒卧底，告诉他邻国的毒枭就在盘城。王新成直接把手机递给他。景云辉好奇地接过手机，低头一看是一条短信信息：上午9点，兴隆商场上岛咖啡厅，不见不散。米登。大成哥，米登他在盘城？我也不知道，之前一点风声没听到。大成哥，这会不会是全套？
王星辰再次缓缓摇头，米登选的见面地点又实在不像是圈套。收拾一下，我们准备出发。王星辰随即又给胡伟打去电话，让他派2辆车过来。王星辰和景云辉下了楼，坐进车内。大成哥，我们去哪？兴隆商场。老胡，等会到了商场，你和兄弟们在外面等着，我和云辉进去就行。对了，让你带的家伙带了吗？胡伟立刻把一个手提包递给王星辰，他把2把手枪拿出来，自己揣起一把，另一把递给景云辉。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和薯条。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索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肯德基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云辉，不要万不得已，别把枪亮出来。明白。一路无话，他们顺利抵达兴隆商场，2人推开车门，双双下了车。上岛咖啡厅在商场1楼，2人走进咖啡厅后，立刻有服务生迎上前来。2位客人里面请，要喝点什么？找人。请问先生是姓王吗？你怎么知道？有位先生订了包房，说是要等一位姓王的先生。服务生在前领路，带他2人去往包房。云辉，有发现吗？前面那2桌不像是普通人。王星辰顺着景云辉的视线看过去，只见挨着一间包房的2桌散台，各坐着4名客人。他们应该就是米登的人。先生，你等的客人到了。好，谢谢了。随着服务生退出来，王星辰和景云辉对视一眼，迈步走进包房。米登先生，新城来了，坐吧，尝尝，这是我从蒲甘带来的茶叶。好的，米登先生。昨晚朱彪死了。听闻这话，王星辰脸色顿变，他拿着杯子的手都是一颤。新城，昨晚发生了什么？彪子和冯国强，我怀疑他俩暗中勾结，想要除掉我。我是9死1生才逃出来的。至于彪子为什么会死，又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昨晚我都没看到他。米登先生，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说着话，他又指向站在一旁的景云辉。我兄弟可以为我作证。米登看看一脸急色的王星辰，又转头看向景云辉，他故意低垂下头，避开米登审视的目光。新城，你不用紧张，朱彪死了就死了，兄弟相残之人死不足惜。老六死后，盘城这边群龙无首，原本我以为朱彪能接老六的班，结果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目光短浅的蠢货。新城，你认为现在还有谁能接老六的班？这我看就你吧。哎，新城，其他人我认为都难看重任，而你我还是比较放心的，由你来接老六的班，如何呀？我不行啊，米登先生，我不行，我真的做不了。你先做着是什么？长则3、5年，短则几个月，只要我找到合适的人选，到时你还是想退出，我绝不拦你。还有啊，弟妹，还有3个孩子，我已经派人把他们接到蒲甘了。已经完成任务的卧底突然与黑老大接待了邻国毒枭，没想到刚走出街头的咖啡馆，卧底就发现有人盯着他们。怎么了，云辉？大成哥，我想去买几套衣服。王星辰忍不住翻了翻白眼，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买衣服不着急，现在是非常时期，还是小心点好。 2人乘车去了舞厅，刚到舞厅的大门口，景云辉便感觉到不对劲。景云辉心思急转，很快便意识到这些人都是化妆侦查员。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警察聚集在舞厅附近？难道老杨准备对王新成实施抓捕了？景云辉他故意放慢速度，回头问胡伟：“老胡，你腿上的伤怎么样了？”老胡也是你叫的，没大没小，叫伟哥。还伟哥？咋的？叫你的名字能勃起啊？滚犊子！景云辉余光一直在扫视街道周围，他便看到前方50米开外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面包车，遮得严严实实。景云辉一眼便认了出来，行动指挥车。他垂落在身侧的左手连连摇晃。杨志坚对于景云辉做出的小动作，立刻拿起对讲机。 先不要行动，各单位注意，先不要行动。杨总，什么情况？目标人物刚刚进入舞厅，现在正是我们实施抓捕的好机会。情况有变，行动终止，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服从命令。景云辉进入舞厅后，和胡伟又扯了会儿淡，见那些便衣警察并没有冲进来，他暗暗松口气。老胡，你上次拿走我手机，还没还我呢。 你当我稀罕啊？在酒窖里呢，你自己去拿。景云辉在地窖里果然找到装手机的纸箱，他去到卫生间，刚拨打过去，电话便被接起。师傅，是我。云辉，你可算打来电话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不是让你撤离了吗？为什么还要继续潜伏在王新成身边？刚刚还阻止了我们的抓捕行动。师傅，有新情况，米登在盘城。另一边的杨志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云辉，米登现在在哪？你怎么知道他在盘城？上午我和王新成与米登见过面，就在兴隆商场的咖啡厅。至于他住在盘城的哪里，我不知道，王新成也不知道。王新成为什么和米登见面？没等景云辉说话，他耳尖的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他立刻揣起手机，不过他并未把电话挂断。大成哥找你，啥事？去了你就知道了。景云辉跟着胡伟去到王新成的办公室，除了王新成外，还有4个人，都是王新成手底下的头目。人都到齐了，现在我们开会。刚刚我和米登见了面，他的意思是让我接6爷的班，不知各位兄弟下如何？大成哥，一直以来咱们可是不碰毒品的，以前不做也不代表永远都不做嘛。要说来钱快，
还得是干这个。大成哥，我支持咱们转行。对，大成哥，咱们就跟着米登干吧。以后大成哥你在盘城就是最大的这个。听着他们的表态，王星辰未置可否，他目光一转，又看向胡伟。老胡，你的意见呢？大成哥，我没啥意见，我都听你的。大成哥干啥，我就跟着干啥。王星辰点点头，随即起身，打开一旁的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沓沓的钞票，钞票装满了2个小纸箱，然后摆放在办公桌上。老黄、老姜，这些是100万，你俩一人50万，分了吧。带上这些钱，以后是金盆洗手，还是另开门户，都随你们。大成哥，你这是干啥？以后我要干的事，真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果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跟着我干，不如趁早分开，这样以后大家即便不是兄弟，至少也还是朋友。黄志祥和江欣听明白了，大成哥这是要把自己踢出局啊！大成哥，我不是不想跟着你干，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老黄，那你现在考虑清楚了吗？是想走还是想留？大成哥，当初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想过要离开大成哥。大成哥，我跟你干。老黄，我没看错你。老姜，你呢？大成哥，承蒙你这些年的照顾，我打算离开盘城，回老家过日子。这些年我也攒下一些钱，大成哥的钱我就不拿了。老姜，你再考虑考虑，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你说走就走。大成哥，你是知道的，我爸就是个毒虫，我妈是被他活活气死的，我早就发过誓，我这辈子都不会碰毒品。老姜，这些钱你拿走。不行，大成哥，这些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随你吧，老姜。江欣看着王星辰，再次深施一礼，然后转身离去。云辉，老姜这个人留不得，你出手利落点，给他个痛快，毕竟是跟我这么多年的兄弟。他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皆是倒吸口凉气，又惊又骇地看着王星辰。他们没想到王星辰竟然会向江欣下杀手。突然间，他们感觉王星辰变了，变得陌生，也变得可怕。大成哥，尸体怎么处理？云辉，你看着办。那就让他无声无息的消失。去做吧。景云辉再无二话，转身走了出去。大成哥，这小子可靠吗？他话音刚落，便迎来王星辰冷冽的目光。老孙，你觉得云辉他不可靠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他太年轻了，办起事来未必会利索。这种话我以后不想再听到，明白吗？是，大成哥。今天的事你们先不要传出去，手底下的兄弟有不太可靠的，就往外清一清。以后我们做的事，人不在多，而在于精，更在于忠。明白。且说景云辉，他一路跟着江欣离开舞厅，走进一条小巷子里。江欣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出了。没有回音，也没有人。江欣从后腰慢慢抽出一把开山刀。哥们，跟我一路了，出来吧。他话音刚落，只见小巷子的墙角处缓缓走出来一人。是你。小弟得知黑大哥即将贩毒，立马提上辞职报告，没想到刚走出舞厅就被人跟踪。兄弟，你一路跟着我，几个意思？大成哥让我来办事。办什么事？办你。大成哥是不想让我活着离开了。当两人之间只有3步远的时候，江欣猛然暴喝一声，抡刀劈砍向景云辉的脑袋。景云辉侧身闪躲，脚下随意的一勾，江欣站立不住，一头向前扑倒。景云辉，王新成不值得你死心塌地的去卖命。今天他能这么对我，明天他也能这么对你。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最好一次性说完。江欣脸色阴沉，沉默未语。景云辉猛地向前欺身，江欣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到了残影。当他意识到不对的时候，景云辉已窜到他近前。这天过后，江欣消失了，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小景，你可真是我的送财小童子啊！兜里还有钱吗？没有的话，伟哥借你点，小景改天再玩。今天你运气太差了。妈的，今天这手是摸屎了吧？老胡，我出去散散心。大成哥要是找我，你打我电话。别走远，也别瞎嘚瑟，你现在还被通缉呢。知道，你又不是个娘们，婆婆妈妈的。景云辉离开舞厅，走到一条胡同后，走了10几分钟，前方的胡同出口外停着一辆面包车。景云辉健步冲了过去，直接窜进面包车里。杨总，王政委，云辉，这位是滇省厅的副厅长严铎同志。严厅您好。严廷是为米登而来，严廷的儿子严厉是一名缉毒警，2年前在一次边境的缉毒行动中牺牲了。杀害严厉同志的凶手就是米登的手下吴胜茂。景云辉看向这个有些秃顶的小老头，多出几分肃然起敬。景云辉同志，你在盘城见到米登了，你能描述一下他的模样吗？我可以把他的模样画出来。你还是口头描述吧。景云辉幽怨地看眼杨志坚，而后将他见到的米登一五一十地描述给严铎听。没错，这个人就是米登。小景，米登还会和王新成见面吗？王新成已经接受米登的提议，他将接替六指，成为盘城的新货主，肯定还会再与米登见面，但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不清楚。藏在省厅里的那个蛀虫查到了吗？毫无收获。老杨、老黄，你们这边什么情况？家丑啊，省厅内部出了个蛀虫，可是我们用尽了手段，也未能把这个蛀虫查出来。有什么线索？姓马，蛀虫的爱人姓马。三敏说的是蛀虫的爱人姓马？是啊，并没有说是蛀虫的老婆，那为什么就不会是蛀虫的丈夫呢？这个蛀虫为什么就一定是男的，而不会是女的呢？他此话一出，把景云辉和杨志坚
黄叶都说愣住了，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这个隐藏在省厅的内奸会是个女人。黄叶呆愣片刻，连忙把名单拿回来，名单上的人都是省厅男性工作人员的老婆。我们这次的工作失误可有点太大了。宁州这边和毒贩的接触并不多，而在滇省那边，我们几乎是天天和毒贩打交道，对于他们的行事风格也颇为了解。他们选择目标通常都会优先选择老人、女人和孩子，越是弱者就越不容易被发现，身份也会越安全。言听多谢指点，我们立刻就着手重新调查。此时此刻，米登一个人坐在酒店的椅子上，房门打开，从外面走进来一人。这人穿着宽大的风衣，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你要是再不来，我都要睡着了。神秘人快速打量房间，又走到卫生间，向里面查看。放心，房间里除了我，再没有其他人。神秘人确认米登说的不假，他这才摘下墨镜和口罩，又取下遮阳帽，一头乌黑的秀发散落下来。为什么突然约我见面？通知你几件事。第一，和你联系的人换了，他叫王新成，以前也是老六的手下，你应该知道他，没错吧，李科长？说着话，他又拿出一个红色的盒子，递给少辅。从副科升到正科，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少辅迟疑了片刻，还是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百达翡丽的镶钻女表。怎么突然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你高升了，我理应送份贺礼吗？先是六指，后来是朱标，现在又换成王新成，这么频繁的更换，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米登，王新成算是最后的人选，也是目前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秘密，再帮我这一次。说第二件事，你家的老房子还没拆吧？还没。为什么突然问到老房子？先借我用用，我拿来存点货。米登，你疯了，竟然要用我家的老房子存放毒品？秘密，别紧张嘛。老六出事后，在宁州，我一时间还真找不到安全又可靠的地方。思前想后，觉得你家废弃的老房子最合适。一旦出了事，我怎么办？放心吧，不会出事的。秘密，你觉得我会害你吗？少妇没有再说话，只是脸色依旧阴沉。你什么时候用？不是让没带老房子的钥匙？不用钥匙，我撬锁进去就好，这样即便被人发现了，你也能推得一干二净。少妇吁了口气，心里也多少安稳了一些。省厅这边对王新成有什么看法？最近王新成涉及到好几起刑事案件，不过都没有直接的证据。米登，如果你真要用他，就警告他消停点，别再招惹是非。放心，我会告诫他的。你这次在宁州能待多久？我也不太确定，具体还得看我什么时候能对王新成放手。你还真够操心的，没打算退休吗？我还年轻力壮着呢。秘密，我还是喜欢你穿上警服的样子。我还有1个钟头的时间，你先洗还是我先洗，或者咱俩一块洗？少妇面无表情地向浴室走去，米登嘴角上扬，随即也起身走进浴室里。另一边的景云辉躺在舞厅沙发上睡觉，王新成突然进来找他。云辉，明天有个活儿给你。大成哥，什么活儿？你去接批货。去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现在也不清楚，明天米登会通知我。云辉，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接货，派别人去我都不放心，只有你去我才感觉安心些。放心吧，大成哥，这事我去办。云辉，第一次接货，争取给我开个好头，如果真发生意外，就别管什么货不货的，只要你人给我安然无恙的跑回来就行。明白，大成哥，明天就我一个人去接货吗？你还想带上谁？你自己选。老胡吧。成，老胡经验更多一些，有他跟着你，我也更放心。翌日上午，景云辉被王新成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胡伟。今天下午2点，西山观音寺。听闻他的话，王新成和胡伟不约而同地扬了下眉毛。成哥，去观音寺接货，这是米登的主意，这他妈是人能想出的主意，在庙里做毒品交易。米登说，在寺庙里交接货物最安全，也最不引人注意。不是成哥，咱们是不是也该避讳点？是你的命重要，还是避讳重要？胡伟不敢再多言，冲着王新成深施一礼。这次的接货以云辉为主，老胡你配合云辉就好。明白，成哥。想不到大成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来负责。云辉在我们这些兄弟里，你是来的最晚的一个，但成哥最看重的人却是你。老胡咋的？羡慕嫉妒恨？爬得快，站不稳；爬得高，摔得狠。操，还他妈挺押韵的。中午吃过饭，王新成给了景云辉2样东西，一样是半枚硬币，另一样是一张照片。大成哥，这人叫什么名字啊？米登没说，只说见面时叫他阿吴就好。阿吴，姓吴吗？鬼知道，米登的手下和米登一样，都搞得神秘兮兮的。下午1点半，两人顺利抵达西山，把车子停在山下的停车场，而后两人步行上山，来到观音寺。云辉，你说在观音的眼皮子底下，咱们干这事会不会遭报应？你低头啊！我低头干嘛？我看看你是不是长了满脑袋的包，变成释迦摩尼了。滚你妈的！两人走进寺庙，这时候大殿外面进来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没注意到驻足的景云辉，砰的一声，两人撞了个正着。抱歉，我走得太急了。听闻她的说话声，景云辉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他觉得姑娘的声音很耳熟，看着她的背影，景云辉脑中灵光一闪，突然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做卧底的时候，有次金星用她的手机回拨电话，高月是让一名女警接的，装扮成按摩店的小姐。当时那个女队员的说话声和这个姑娘一模一样，韩城刑警大队的警察，她怎么会在观音
音寺，难道盘城警方在观音寺有行动？一瞬间，景云辉的脑海中闪过好多个念头。如果真是阿吴被警方盯上，事情就麻烦了，很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身份暴露。走了，老胡，看到阿吴了没有？那我们走什么？这里有点不对劲，先走，快！景云辉来到大殿门口，恰在此时，一名冷脸汉子要从外面进来，两人刚好打了个照面。是他，照片里的那个人，阿吴。云辉，你搞什么？我们可是要和他对接货的。闭嘴！景云辉阴沉着脸，喝止喋喋不休的胡伟。他目光向四周快速扫视，寻找现场还有没有暗藏的警察。游客的数量太多，这让景云辉一时间也做不出准确的判断。冷脸汉子向他二人走过来，哥们，借个火呗。景云辉没有理会他，目光依旧向周围打量个不停。放心吧，兄弟，我看过了，这里没问题。冷脸汉子话还没说完，猛然间就听有人断喝一声：“不许动！警察！”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冷脸汉子瞬间右手摸向后腰，景云辉一把抓住他，缓缓摇头。这时，只听大殿门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一个慌慌张张从大殿里跑出来的尼姑被门槛绊倒，摔了个大前爬。不等他站起身，周围数名便衣警察把那个姑子狠狠摁在地上。怎么这么不小心？我们是警察，这个尼姑是在逃通缉犯，我们已经盯他很久了。一众警察没再多做停留，压着姑子向外走去。年轻女警跟在后面。当他路过景云辉三人时，突然想到了什么，直奔他们三人走过来。冷脸汉子双手已不留痕迹地背到身后，眼中杀机顿现。刚才真是不好意思啊，没有把你撞伤吧？警察姐姐，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坏。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见过？冷脸汉子和胡伟闻言暗暗皱眉，要知道景云辉可还是个通缉犯呢。很多人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毕竟我长得帅，很像电视里的明星。既然没事，我就先走了。警察姐姐再见。兄弟，对面警察还能这么镇定，心理素质不错啊。还行吧。货呢？冷脸汉子走到寺庙的行李寄存处前，从口袋里拿出个号码牌，递给景云辉。景云辉没有二话，向胡伟甩下头，两人一同走进行李寄存处，用号码牌兑换出2个拉杆箱，货都在里面。行了，哥们，我俩就先走了。对了，哥们，你叫什么名字？以后咱们肯定还会再打交道，我总不能一直哥们的叫你吧？我叫吴胜茂。吴胜茂，好，我记住了。说完，他又向冷脸汉子摆摆手，与胡伟拽着拉杆箱走出寺庙。别看景云辉表面平静，心里可是在沸腾。吴胜茂，他正是那个杀害严听儿子的凶手。景云辉和胡伟走到山下，把2个拉杆箱一并装进车内。云辉，要不要打开箱子看看？可别搞错了。景云辉点下头。胡伟正要开箱，突然发现箱子还带有密码锁。开车，我们先回去。一路无话，两人回到舞厅，把2个拉杆箱交给王新成。成哥，箱子上有密码锁，我和云辉打不开。王新成一边快速扒拉着密码掀开箱盖，箱子里哪有什么毒品，只有满满登登的砖头。怎么会这样？成哥，我和云辉都没打开这个箱子，更不可能把里面的东西调包啊。李登早就跟我说了，这次的交易只是一次演练，看看你俩能不能把事情办好。云辉、老胡，你俩做得不错，不愧是我王新成的兄弟，但是可靠。景云辉的心里倒吸口凉气，这次的交易他有汇报给杨志坚，按照杨志坚的意思，应该实施抓捕。不过严朵表示反对。云辉、老胡，明天你俩的跟我走一趟，明天可是真的交易了。大成哥，明天什么情况？明天我们会和一个外号叫花豹的人进行交易，确切的说，是米登带着我们和花豹交易。这次的交易量很大，300公斤的冰，这么多是不少啊，足够枪毙我们110个来回的。有米登这个老狐狸带着我们，肯定没问题。云辉说的没错，米登就是个老狐狸、老滑头，因为有他在，我对明天的交易也不太担心。大成哥，这个花豹是什么来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这个人，听说是从冰城过来的，在冰城那边他应该挺有实力。大哥让小弟2人到尼姑庵取货，没想到拉回来的拉杆箱里装的全是一块块砖头。大哥又安排第2天进行第2次交易，景云辉还是按照以前的老套路，钻进无人的小巷子，哪里早已有一辆面包车在等候。今天的交易是米登设计的一个坑，根本没有毒品，箱子里装着的都是砖头。闻言，杨志坚和黄叶脸色顿变，严铎倒是丝毫不感到意外。另外，今天和我交易的人自称是叫吴胜茂。他此话一出，3人脸色同时一变，尤其是严朵，眼睛立刻瞪得跟铜铃似的。他叫什么名字？吴胜茂。他竟然也跟着米登来到了盘城，他好大的胆子，犯下这么大的案子，还敢回到华国。明天米登和王新成还有行动，要和一个从冰城过来的外号叫花豹的人交易300公斤的冰毒。云辉明天的交易，米登和吴胜茂都会到场吗？米登会到场，至于吴胜茂应该也会吧，但我无法确定。这次的毒品交易，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理了，必须得把这些毒虫一网打尽。言听你是对付毒贩的老行家，要不明天的行动由你来指挥。如果没有吴胜茂，我来指挥行动完全没问题。可是有吴胜茂在，我就不再适合做总指挥了。老杨，明天的行动就靠你了。涉及到杀害儿子的凶手，严铎担心自己会被情感左右，在关键时刻失去冷静和判断力。杨志坚理解地点点头，他恍然想到了什么。
什么，从车椅下拿出个手提包，取出一套监听设备。云辉，明天你把这个带在身上。景云辉看着监听设备，颇为头大。这东西放在身上，不被人搜身还好，一旦被人搜身，必然暴露。云辉，明天你要随机应变，如果实在藏不住，就赶紧找机会把它处理掉。景云辉点点头，表示明白。对了，师傅，省厅的内鬼找到了吗？找到了，是情报研判中心的情报采集科科长李密。这个内鬼竟然还真是个女的，而且还是情报研判中心的一名科长。李密被调查，连带着还牵扯出一位副厅长。啊，这个副厅长也是被米登收买的内鬼？他倒不是内鬼，而是和李密存在权色交易。所以李密能成为科长，是他说服了那个副厅长。这次我们宁州省厅可是丢人丢到家了。翌日，王新成早早地把景云辉和胡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等待米登传来消息。大成哥，这次我们是不是也得带上家伙？带。大成哥，多给我2把枪，以防不测。王新成看眼景云辉，倒也没有多说什么，拿出2把64给了景云辉。上午10点，王新成终于收到了米登传来的信息，内容只有5个字：西山停车场。西山停车场出发。又是西山，不会还是在观音寺里交易吧？王新成带着景云辉和胡伟乘坐一辆轿车，直奔西山而去。王新成和胡伟也双双下车。吴胜茂没走到近前。吴哥，我们又见面了。兄弟就是吴胜茂。是。米登先生呢？跟我来。说完，他转身往回走，景云辉3人立刻跟上他。此时的停车场外面，一辆考斯特停在路边，车里坐在7、8个人，严铎、杨志坚、黄叶都在其中。什么情况？为什么米登没有出现？严听，现在怎么办？先静观其变。面包车向停车场的出口驶去，紧跟着一辆大货车也开出停车位，紧紧跟在面包车的后面。后面有辆大货车，好像在跟着我们。自己人。面包车和大货车一前一后，一路向东行驶。他们从盘城西郊的西山一直行驶到盘城东部的大石镇。成哥，这是什么情况？王新成也紧张，头皮都是麻的。他强作镇定地向胡伟摆摆手，示意他别说话。道哥您。这时候，一座厂房里突然传出洪亮的笑声。哈哈哈，让他们进来。一名30左右岁、身材高大的汉子向厂房大门那边摆摆手，示意他们过去。兄弟，这些家伙和手机先交给我们保管，没问题吧？凭什么要交给你们保管？要不要把我们的命也交给你们保管？云辉，别乱说话。大成哥，我没有乱说话，交出枪就等于把命交出去了。他们想弄死我们，来个黑吃黑，易如反掌。我们自己的命就得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听闻他的话，吴胜茂扭回头，深深看了景云辉一眼。他走到纸箱前，把自己的手枪、匕首、手机都拿了回来，揣回到身上。诸位，我兄弟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干我们这行的，枪就是命，让我们交枪就等于是让我们交命，你们要得起吗？这次的生意你们还做不做了？哈哈哈，我看你是还没分清谁是大小王啊！货我们可以卖给你，也可以卖给别人。你他妈大老远跑来和我装什么逼？装给谁看呢？高大汉子闻言便准备向景云辉冲过去，他才迈出一步，旁边的吴胜茂突然一脚狠狠踹在他的肋侧，身子横着飞了出去。我他妈是给你脸了！周围顿时传出一片声响，在场的花豹手下齐齐抬起枪械，对准景云辉、吴胜茂、王新成等人，一个个对他们怒目而视。吴哥，看来这群家伙也不是正经来和咱们做生意的。不行的话，这次的交易就算了吧。看着镇定自若、旁若无人的景云辉，吴胜茂眼中的欣赏之色更浓。这小子真不错，该硬的时候能硬得起来，镇得住场子。好啊，不做就不做，大不了我们再找新的买家。华国这么大，卖家没几个，买家不有的是。这时候，厂房里再次传出哈哈的大笑声。只见一个打扮骚包、30多岁的青年向在场持枪的众人摆摆手，把枪都放下，大家自己人，还不至于闹到动刀动枪的地步。老五，好久不见，这2年你跑哪去了？想请你喝顿酒都找不到你人。别提了，在滇省那边犯了点事，回蒲甘躲了2年。这位小兄弟是你的兄弟吗？也是从蒲甘过来的？是我兄弟没错，但不是蒲甘的。如果是了解吴胜茂的人，要知道能被他认成兄弟的可没有几个，哪怕是王新成，在吴胜茂眼里也远远算不上是兄弟。他叫王新成，现在他是盘城这边的货主，以后也是他来和你交易。王哥认识一下，我叫程前，认识我的朋友都叫我花豹。我叫王新成，你可以叫我大橙子。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景云辉。景云辉啊，名字不错。说着话，程前拿起手机，笑盈盈的直接说话。米登先生，你的人都已经到了，刚才只是发生点小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老五，货呢？都在车上。程前兴冲冲的正要走过去，吴胜茂拉住他。阿爸，见钱验货，怎么连规矩都忘了？哈哈，老五，你还怕我不给你钱吗？说着话，程前向工厂里面招了招手，很快便有4名大汉合力提着2个蛇皮袋走出来。云辉过来，验验。另一边，程前兴奋地搓了搓手，拿起一包，撕开封口，深深吸了一口，随之发出享受的呻吟声。啊，就是这个味。同一时间，杨志坚、
黄叶，还有严朵以及数名操控设备的警员。黄叶放下耳麦，转头看向杨志坚。老杨，他们已经开始交易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行动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杨志坚身上，严朵更是眼睛眨也不眨的盯